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知道的是真的？这是哲学里一个古老又持续燃烧的问题。认识论。认识论这个词来自希腊语 episteme， 意思是知识，和 logos， 意思是理性或道理，合在一起就是对知识本身的研究。我们如何知道？我们能知道到什么程度？而我们所谓的知道到底可靠吗？在西方哲学的版图上，认识论与形而上学、逻辑学、伦理学并列，构成四大支柱。从古希腊开始，一代又一代思想家，从柏拉图到康德，从笛卡尔到当代哲学家，都曾在这个问题上反复追问。他们想弄清楚，当我们说“我知道”这句话的背后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会有认识论这种学科？亚里士多德早在2000多年前就给出了答案：哲学源于惊奇与困惑。人类几乎都有一种天性，想要理解自己所处的世界。于是我们提出问题，建立理论，编织各种解释，只为让这个复杂的世界变得稍微有点说得通。但世界并不总是配合，它太庞大、太模糊，也太多变，很多现象无法用简单的逻辑解释。于是大多数人走到某个点就会停下来，他们接受一个有限的理解，告诉自己这样知道已经够了。而哲学家，尤其是认识论者，不满足于此，他们不只是想知道世界是什么样，更想知道我们是如何知道它的。他们在那种惊奇与困惑中停留得更久，也正因此，认识论诞生了。大多数人对世界的理解停留在够用就好，而哲学家不一样，他们被一种执念吸引，或者说困住。他们想从最普遍、最根本的层面去理解世界，所以他们不停地建构理论。这些理论要能概览全局，要足够准确，有解释力，还得在理性上站得住脚。他们不满足于知道一点，而是要知道的彻底。也正因为这样，哲学家的探问总会走得比常人更远。常挂在他们嘴边的问题：我们凭什么说自己理解了？我们的理解真的符合现实吗？这种走得更远的探究，就是所谓的拥有一种哲学。那是一种持续推问的姿态，不让理解停在半途。认识论者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起初也以为自己掌握了很多知识，他们以为世界是可以被理解的，而他们已经理解了不少。可当他们开始真正反思这些已知，情况就变了。他们发现那些看似牢固的认知，其实并不那么稳。许多原本深信不疑的观念，仔细一想却变得模糊，甚至可疑。怀疑从这里开始，而这种怀疑并不是无中生有，它源自我们对世界经验中的某些异常，那些与常识对不上、与直觉不符的时刻。接下来，我们就从其中的2个例子出发，看看他们如何动摇我们对知识的信心。我们都见过这样的情形：一根直棍插进水里，看起来却是弯的；铁轨在远方似乎越走越近，却明明是平行的；一本书在镜子里，文字全都反了，让人读不下去。这些现象我们太熟悉了，可仔细想想，它们其实都在欺骗我们的眼睛。如果我们凭眼见来判断世界，那我们看到的棍子确实是弯的，铁轨确实是相交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换句话说，感官告诉我们的并不总是真相，而我们所谓的知识往往就建立在这种不可靠的感官之上。这些视觉错觉看起来简单，但一旦深入思考就没那么容易了。我们说棍子其实没弯，铁轨其实没并，可问题是我们凭什么这么确定？也许你会说，当棍子拿出水面时，我看到它是直的，听起来很合理，但这真能证明它在水中的时候不是弯的吗？我们只是换了一个场景，再次看了一眼。可如果视觉本身会骗人，那这一眼又凭什么更可信呢？又比如铁轨，我们说它们没有相交，因为火车能顺利驶过，但那只是另一个经验，另一个看起来合理的判断。我们的信心其实还是建立在同一个基础上，相信眼见为实。可如果眼见本身不可靠，那我们又该相信什么？可我们怎么知道火车的车轮在远方看起来并没有真的靠拢？又凭什么某些看见就比另一些更值得相信？毕竟我们看到的事实是，棍子在水中弯了，出了水又直了。那为什么我们坚持说真正的是那根直的棍子？换句话说，我们凭什么给某种感知更高的地位？是谁在决定哪一次看见才算数？如果一切判断都建立在感官之上，那当感官彼此矛盾时，真相还剩下什么？也许有人会说，问题不在看错，而在只看。光靠视觉当然不够，要理解世界，我们还得依赖其他感官。比如那根看起来弯曲的棍子其实是直的，因为我们可以用手去摸，手告诉我们它是直的，所以我们相信手而不相信眼。听起来这似乎解决了问题，但真的解决了吗？可问题又来了，我们凭什么相信触觉比视觉更可靠？触觉也会骗人，
比如一只手先被冰水冻冷，另一只手刚从热水里拿出，然后同时放进同一盆温水中，结果是冷的那只手觉得水是热的，热的那只手却觉得水是冷的，同一盆水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感觉。这意味着即使我们调动全部感官，也无法彻底逃出错觉的网。于是问题又回到原点，如果看不准、摸不准、感受也不准，那我们还能拿什么来确定世界到底是什么样？也许我们会退一步说，既然感官都不可靠，那就让理性来判断真相吧。毕竟理性看起来更高、更纯粹，它不依赖身体，也不被幻觉左右，听上去像个出路，但真的是吗？而事实上，理性也会出错，我们会遗忘，会算错，会被情绪左右，会仓促下结论。更根本的问题是，当理性的推论与感官的经验发生冲突时，我们到底该信谁？毕竟我们对世界的大部分认识原本就来自感官的输入，如果连感官的基础都被怀疑，那理性又能立足于何处？要把棍子真的是直的这一看似简单的主张捍卫起来，显然并不容易。这里有一张密密麻麻的难题网络，等待着认真而细致的思考。接受这个挑战的人，实际上就是在面对一个更大的哲学问题：我们如何知道外在世界独立于感官经验而存在？毕竟感官经验终究是我们为数不多的证据。另一个核心问题是，在感官证据彼此冲突时，我们如何判断事物的真实面貌？想象这样一个场景，一位外科医生在手术前告诉病人，你醒来时会感到剧烈的疼痛。手术结束后，病人醒来，医生看到他皱着眉，发出呻吟，面部扭曲，一切迹象都说明他在痛。于是我们自然会说，医生知道病人在疼，但真的是这样吗？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并不知道，因为他没有感受到那种痛，除非他自己也经历过同样的手术，否则他无法真正知道那种疼痛是什么感觉。而更复杂的是，就算他曾经动过同样的手术，他也无法确定那时自己感受到的疼和眼前这位病人正在经历的疼是同一种感觉。每个人的感受都是某种意义上的私密经验，医生看得见病人的表情，却永远感受不到他的疼痛。他所理解的痛和病人所体验的痛，也许根本不是同一种东西。这种隔阂并不只存在于疼痛，想想颜色，一种我们称之为绿色的颜色，但你眼中的绿真的和我眼中的绿一样吗？或许在我的世界里，那其实是一种你会称为红的颜色，只是我们用了同一个词儿绿来指代它。我们永远无法比对，因为我无法看到你脑海中的绿色，就像你无法感受我的疼痛一样。哲学家把这称为反转光谱问题。也许我们以为共享的世界只是语言上的共识，而非感受上的统一。由此可见，每一个人都注定被困在自己脑海的边界之内。无论我们多么努力，我们都无法真正知道另一个人的内心。这种隔阂不只是暂时的困难，而是原则上无法跨越的界限。现代科学常有一种信念，只要方法足够精确，总有一天我们能解释一切。可他人心灵的问题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在人类经验的某个领域，所有外部的观察与测量都将失效。在那片领域里，科学无法进入，逻辑无法还原，留下的只有沉默的意识与不可言说的体验。关于心灵，我们终究无法拥有一门真正的科学。说到这里，我们又回到了认识论最根本的问题：知识到底是什么？哲学家们通常把这个问题看作一个概念上的探问，不是在搜集事实，而是在追问一个词的含义。可问题在于，我们要怎样去研究一个概念？我们又凭什么相信通过分析语言、定义或逻辑推理就能真正触摸到知识的本质？这看似一个简单的问题，却隐藏着一种方法论的困境。当知识本身就是我们思考的工具，我们又该如何用它来审视自己？人们常常假设，虽然这一点并非没有争议，要理解知识是什么，我们只需去分析知识这个词的含义。概念和词语并不完全相同，而语言是我们表达概念的媒介。我们无法直接看到概念，却能通过语言看见它的轮廓。因此，观察一个词在日常语言中的使用方式，也许能让我们窥见它背后的思想结构。换句话说，理解知识这件事儿，或许要从理解我们如何使用知道这个词开始。我们常说，我认识它，我知道这件事，我知道怎么做，我知道在哪里，为什么，是否。这些表达乍看相似，其实在哲学上有着深刻的区别。20世纪的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就特别强调，知道某事儿和知道怎么做并不是同一种知识，前者是一种命题式的理解，比如我知道地球绕着太阳转；后者则更像一种能力，比如我知道怎么游泳。一个是说得出来的知识，一个是做得出来的知识，而这两者之间正是现代认识论开始重新思考知道意义的起点。
有些知道我们能做到，却说不出。比如，一个人会游泳，但他未必能清楚解释自己在水里是怎么做到的。这就是知道怎么做，一种技能，一种身体与经验的智慧。类似的，还有知道某事，比如你知道单簧管的声音是什么样，可要你准确地描述那种声音却很难。你知道，但你说不出来。相比之下，知道某件事儿，就像拥有一段可以传达的信息。你知道地球绕太阳转，你可以解释，也能教别人。它属于语言与逻辑的世界。于是我们发现，并不是所有的知道都能被传递，有些知识存在于言语之间，有些只存在于体验之中。比如，我知道沃姆斯协定签署于1122年，这就是一种典型的知道某件事儿，一种可以被说出来、被验证的信息性知识。而赖尔认为，这种知识与知道如何做是两回事儿。会游泳、会演奏、会开车，这些知道不是一堆事实的集合，不是你能背出来的句子，而是一种能在行动中体现的理解。赖尔据此提出，知道如何不能被简化为知道那件事儿，它们并列存在，彼此独立，共同构成了人类知识的两种面向：语言与行动，理论与经验。从古希腊到今天，认识论的讨论几乎都集中在同一种知道上，知道某件事儿是真的。这种知识被称为命题性知识，听起来简单，但它隐藏着一系列棘手的问题。比如，当我们说亚历克斯知道雪是白的，这句话里的知道我们大致明白，可那句雪是白的，也就是哲学家写作中的那个屁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知道的是一串文字，一个心理状态，还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这个问题听起来抽象，却指向认识论最深的根部。当我们声称知道，我们究竟在接触什么？哲学家们曾经列出过一长串候选者来回答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当我们说我知道屁，这个屁到底是什么？有人说屁是一种信念，也有人认为它是一种命题、陈述、句子，或者是我们说出句子时的那个语言行为。这些争论背后其实牵连着一个更古老的问题——共享问题，也就是当我们说红色时，这个红到底是存在于世界中的抽象实体，是我们头脑中的概念，还是只是我们给某种感觉起的名字？然而，无论哲学家如何分歧，有一点，他们几乎都同意：要说我知道某事，那件事则必须是真的。如果屁不真，那就不可能存在知道屁这回事。换句话说，真理是知识的前提条件。有些哲学家认为，知识其实是一种心灵状态，一种特殊的意识，一种知道的觉察。早在古希腊，柏拉图就提出，知道与相信相似，但并不相同。它是一种更稳固、更清晰的心智状态。到了现代，这一思想被重新表述成一个确定性阶梯，在阶梯的起点是猜测与假设，最脆弱、最不确定的想法；再往上是思考、相信、确信，而在顶端才是知道，一种最为坚实、最具确定性的意识。在这种观点下，知道意味着一种清醒的自觉。如果我知道某件事，我不仅知道它是真的，还知道自己知道它是真的。也就是说，知识就是意识中的确定性。进入20世纪，越来越多的哲学家开始拒绝把知识看作一种心理状态。维特根斯坦在他的一作论确定性中写道：知道和确定属于完全不同的范畴，它们并不是两种心理状态，就像猜测和确信那样。他的意思是，知道并不是一种内在感觉，它不像疼痛、怀疑或者有某种看法，这些心理状态都有一个共同点：处在其中的人知道自己在那种状态里，但知道不同。一个人可以知道某件事儿，却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知道。他可能准确地认出某个事实，做出正确判断，但从未想过我知道这件事。因此，维特根斯坦和许多哲学家认为，把知道当作一种心理经验，就像把疼痛或怀疑当作感觉那样，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知道并不是一种感受，而是一种我们在语言与行动中展现出来的能力。那么，如果知道不是一种心理状态，那它究竟是什么？一些哲学家认为，知道无法被简化成单一的东西，比如一种意识状态。相反，我们之所以能说某人知道，是因为他满足了一系列复杂的条件，其中包括某些行为条件。举个例子，如果一个人在被测试时总能正确回答关于某个领域的问题，我们自然会说他懂这个。换句话说，他知道。在这种观点下，知道意味着一种能力，一种能够在某种情境中表现出正确反应与判断的能力。因此，知识并不是一种心理体验，而是一种能够被行动证明的理解。心智或许参与其中，但知道最终显现在我们如何应对世界之中。哲学家约翰·朗肖奥斯丁在1946年的论文《他人之心》中提出了一个颇具影响力的观点：当我们说我知道，其实并不是在描述一种心理状态。事实上，我们根本不是在描述什么，而是在做一件事儿。
说我知道，就像是在表明一种立场，我有理由，我有根据，我有足够的理由去断言事情确实如此。而我们通常只在有疑问需要解决的时候才会说我知道，因为那句话的意义不是在陈述一种感觉，而是在宣告一种论断的资格。当这些条件都被满足，当一个人确实处于可以合理断言的地位时，我们才会说他知道。在奥斯汀看来，知道不是一种意识，而是一种语境中的行动，它意味着我们承担起了对真理的责任。还有一种与此密切相关的区分，就是现实知识与潜在知识。所谓现实知识，指的是我们此刻意识到的，正在被激活的知道。比如，当你在解一道题，忽然灵光一闪，看见了答案，这一刻你的知道是鲜明的，在场的你能感受到它的存在。而潜在知识则不同，它更像是一种倾向，一种在特定情境下能被唤起的能力。比如，某个人现在也许并没有想着自己的家庭住址，但如果有人问起，他立刻就能答出，这说明他确实知道，只是那种知道暂时处于静默状态。所以，一个人可以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依然拥有知识，知道不一定要在心里发光，他也可以潜伏在行动的可能性之中。从17世纪开始，哲学家们就明确地区分出两种知识，先天的和后天的。这个区分在休谟与康德的思想中占据了核心位置，也成为近代认识论的基础。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这两句话都是真的。第一句，所有的 T 型福特汽车都是黑色的。第二句，所有的丈夫都是已婚的。我们是怎样知道他们为真的呢？第二句的真相不需要调查，你只要理解丈夫这个词，它本身就意味着已婚男性。所以，当你理解了语言的含义，你就已经知道所有丈夫都是已婚的。这种知识不依赖观察，也不依赖经验，它来自理解本身，来自理性对意义的把握。这就是所谓的先天知识，它不需要实验或事实验证，因为它在逻辑上已经成立。与此相对，要知道所有的 T 型福特汽车都是黑色的这句话是否为真，光靠理解语言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去查证，看一看那些车，调查它们的颜色。这种通过观察、调查、经验得来的知识，就叫做后天知识。它不是逻辑推演的结果，而是从经验世界中获得的。哲学家们常用几组概念来进一步区分先天与后天知识之间的差异：必然与偶然、分析与综合、同一反复与有意义，以及逻辑性的与事实性的。这些区分通常是针对命题而言的。所谓命题，可以理解为一句话背后真正的意义或内容，一种可以被判断为真或假的思想单位。举个例子，英文的 Snow is white 和德文的 Schnee ist weiß， 虽然语言不同，但它们表达的命题其实是同一个，雪是白的。哲学家把那些在所有可能情况下都成立的命题称为必然命题。比如那句熟悉的，所有的丈夫都是已婚的，无论世界怎么变化，只要丈夫这个词依然意味着已婚男性，这句话就不可能为假，它在任何逻辑上可想象的情境中都成立。而所有的 T 型福特汽车都是黑色的则不同，它确实在某个历史时期是真的，因为那时福特只生产黑色的车。但我们很容易想象出另一种情况，假如当年福特决定推出红色或蓝色版本，那这句话就不再成立。所以我们说，这样的命题只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为真，在别的情况下可能为假。这类命题就叫做偶然命题。一般来说，必然命题往往属于先天知识，你不需要去验证，它本身就逻辑上成立。而偶然命题通常属于后天知识，你得通过经验、观察或事实来确认它是否为真。不过，也有哲学家提出过一些有趣的例外，他们认为有些必然命题也可能来自经验。这一点，我们在讨论后天的必然命题时再细说。什么是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呢？如果一个命题中谓词的意义已经包含在主词的意义里，那它就是分析的。比如那句经典例子，所有的丈夫都是已婚的，这里已婚已经是丈夫这个概念的一部分。这句话只是把定义重新说了一遍，它并没有告诉我们任何新的事实。相反，如果一个命题的谓词并不包含在主词的意义中，那它就是综合命题。例如，所有的 T 型福特汽车都是黑色的，黑色这个特征并不在福特 T 型车的定义里。这句话表达的是一个关于世界的事实，而不是一个词语之间的逻辑关系。一般来说，分析命题通常是先天的，因为它靠理解就能知道真假，而综合命题多半是后天的，必须透过经验去确认。然而，到了18世纪，康德提出了一个震撼哲学史的问题：有没有可能存在先天的综合判断？也就是说，有没有一种知识，它既不是来自经验，却又能告诉我们关于世界的新事实？这正是康德整个哲学体系的起点。还有一种区分是同义反复与有意义命题。所谓同义反复，就是命题里各个词在逻辑上说了同一件事儿，
或者最终可以化简为 a 等于 a 这样的形式。比如说1加1等于2，或者更极端的，一个苹果就是一个苹果。这种命题看似正确，但它并没有告诉我们世界的新内容，它只是在重复一个定义或逻辑横针，因此被称为空洞的命题。它在认识上没有增量。而有意义的命题则不同，它的词语组合能指向一个新的事实，一个可能变化的世界状态。当我们说天正在下雨时，这句话就传递了关于现实的具体信息，它可以为真，也可以为假。所以，同义反复让我们看到逻辑的自洽，而有意义的命题让我们真正接触到世界的不确定。这组区分同义反复与有意义，在哲学史上不仅是逻辑问题，它还深深影响了宗教哲学。在11世纪，坎特伯雷的圣安瑟伦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证，被称为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他的思路是这样的：上帝被定义为唯一完美的存在，而如果某个存在不具备存在本身，那它就不可能是完美的。所以，上帝作为唯一完美的存在，必然存在。看似严密，但休谟与康德后来都指出了其中的逻辑陷阱。他们指出，你不能从一个同义反复的定义推出一个关于现实存在的结论。换句话说，从语言的必然里推不出世界的事实。所以，今天哲学界普遍认为，从同义反复中不可能推出任何有意义的命题。一般来说，同义反复的命题往往是先天的、必然的、分析的，而有意义的命题则通常是后天的、偶然的、综合的。前者描绘的是逻辑的世界，后者触摸的才是经验的世界。最后一组区分是逻辑命题和事实命题。逻辑命题是指那些可以被还原为纯粹逻辑真理的命题，比如如果 P 并且 Q， 那么 P 这类命题的真假完全取决于逻辑结构，与世界上实际发生的事情无关。举个具体例子，所有的丈夫都是已婚的，它其实可以改写成，如果某人是已婚并且是男性，那么他就是丈夫。这句话看起来像在说事实，但其实只是逻辑形式的重复。而事实命题就不同，它的意义来自现实，它无法被化简为逻辑横针。天空是蓝的，水在0度结冰，这些命题的真伪都依赖经验与观察。所以我们说，逻辑命题通常是先天的、必然的、分析的；事实命题则往往是后天的、偶然的、综合的。前者属于理性的演绎领域，后者属于经验的世界。一个揭示思维的形式，一个揭示世界的内容。前面那几组区分，必然与偶然，分析与综合，先天与后天，在现代哲学中被重新审视过无数次。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来自美国哲学家索尔克里普克。1972年，他在《命名与必然》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主张，并不是所有的必然命题都是先天可知的，有些必然命题反而只能通过经验，也就是后天才能被知道。这听上去似乎违反直觉，因为传统观点认为，凡是必然为真的命题，都应该是通过理性推理就能得出的。克里普克指出，这其实是一个混淆，人们长期把必然和分析性混为一谈。确实，所有分析命题既是先天的，又是必然的。于是，许多哲学家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所有必然为真的命题都属于先天知识。但克里普克说错。为了说明这一点，他提出了著名的例子：同一性命题。比如金星就是金星和晨星就是昏星，两句话看似结构相同，但意义却截然不同。也正是在他们之间，克里普克揭示出逻辑、语言与世界之间的一场深层错位。在克里普克看来，金星就是金星，当然是先天可知的，你不需要去观测天空，只要理解同一性这个概念，就知道这句话必然为真。但晨星就是昏星就不一样了，它并不是通过思考就能得出的真理。事实上，人类花了很长时间才知道，清晨天空中那颗明亮的星和傍晚出现的那颗其实是同一个天体金星。这个认知来自经验与观测，并不是逻辑推理，所以它是后天获得的。然而，一旦我们发现晨星与昏星确实指向同一个对象，这句话就成了必然的真理，因为它的逻辑形式仍然是某物及它自身。无论在任何可能的世界，金星都不可能不是金星。于是，克里普克揭示出一个看似矛盾却深具哲学意义的事实：有些真理虽然只能通过经验去发现，一旦被发现，它们却是必然的。这种命题就是所谓的后天的必然命题。克里普克认为，后天的必然命题并不只出现在晨星与昏星这样的同一性判断中，还有两种类型的命题也同样符合这一特征。第一类是物质起源的命题，比如这张桌子是由这块特定的木头制成的。这句话之所以为真，需要通过经验才能知道，你必须看见、触摸、验证它的材料，但一旦确认，它就成为一个必然的事实。如果这张桌子不是由那块木头制成的，那它就根本不是这张桌子。第二类是自然种类的本质命题，例如水就是 how， 我们是通过实验、化学分析才知道这一点的，所以
它是后天知识。但当我们知道了水的分子结构，这句话就成了必然真理。无论在哪个可能的事件，只要是水，它就必须是后。当然，克里普克的观点并非人人接受。后天的必然命题至今仍是哲学界争论最激烈的话题之一。它触动了理性与经验的边界，也重新定义了知道这件事的意义。回望整段认识论的历史，哲学家们其实一直在做两件事：一是描述，弄清人类知识的样貌与来源；二是论证，解释我们凭什么能说自己知道。这两项任务看似不同，却常常交织在一起，既要分析我们是如何认识世界的，又要说明这种认识为什么可以被信任。在认识论的描述性任务中，其目标是准确描绘世界的某些特征，包括人类心灵的内容，并进一步确定在这些心理内容之中，哪些，如果有的话，应当被视为真正的知识。一个典型的描述性认识论体系是埃德蒙·胡塞尔的现象学。胡塞尔致力于对意向性这一现象进行精确的描述。所谓意向性，指的是意识状态的一种根本特征。任何意识经验都必然是关于某物的，或者说总是指向某个对象，无论该对象是现实的、观念的还是想象的。另一个强调描述性方法的哲学家是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他于1953年一作出版的名著《哲学研究》中，他曾明确指出，解释必须被描述所取代。维特根斯坦后期的大部分哲学工作正是致力于这一理念。与其构建抽象的理论去解释语言与思想的本质，不如通过对语言在日常生活中实际运作方式的细致描写，揭示其意义与功能。除了胡塞尔和维特根斯坦，还有一些哲学家也试图用描述的方式去追问人能不能直接感知世界，有没有一种认识不依赖推理，也不经过逻辑中转，而是直接看见现实本身。乔治·爱德华·摩尔、H.H. 普赖斯和伯特兰·罗素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他们想知道，如果这种直接领悟真的存在，它究竟是什么样的经验？它与我们平常那种推理出来的理解又有什么不同？与他们思路相近的还有摩里兹·史里克、奥图·纽拉特和阿尔弗雷德·朱尔斯·艾伊尔。他们提出一个有趣的概念——协议句。这些句子指的是那些不带推论，只描述经验中立即被给出的部分。换句话说，它们就像意识的原始记录，在语言介入、判断形成之前，我们最初接触到的世界的模样。这种探索像是在哲学的实验室里，试图找到人类认知的最小单位。一个句子，一个感受，一道光，一瞬间的我看见，是否可能成为通向真理的最原始入口？或许这个问题本身就是认识论永恒的起点。如果说认识论的第一重任务是描写，那第二重任务就是辩护。它不只是问我们知道什么，而是更进一步的问我们有理由相信什么。这就是认识论的规范性功能。在这里，哲学家们不再满足于描述事实，而是追问哪些信念才算是理性上站得住脚的。换句话说，我们应该相信什么？这种应该带着明显的伦理意味。就像伦理学问的是人应该怎样行动，认识论则问人在面对真理时应该怎样相信。而一旦进入这种规范性的思考，我们就走进了认识论最核心的地带，那些千年未解的哲学难题。知识是否等同于被证明为真的信念？知识与信念的区别只是概率高低的差别吗？所谓合理的信念，到底什么才算是合理？这些问题听起来抽象，但他们其实在问每个人都绕不开的事儿。当我说我知道，我真的知道吗？当我们谈论知识时，另一个词往往悄悄出现——确定性。可问题是，知识和确定真的是同一回事吗？哲学家们为此争论了几百年。有人说，只有当我们确定某件事时，才算真的知道。但也有人反驳，我们明明能知道一些事儿，即使内心仍留着一点点不确定。那么问题来了，一个人能知道某事为真，却不确定它吗？或者反过来，一个人能确定某事儿，却其实并不知道它？再进一步，某件事儿能不能本身确定，却无人知道？又或者有人知道，却永远无法确定？看似只是概念的交错，但在这几句反问里，藏着整个哲学的焦虑。我们以什么为凭去说一句我知道？在1941年的论文《确定性》中，哲学家 G.E. 摩尔做了一件看似细微却极有洞察力的事儿。他仔细分析了人们日常说话时使用确定这个词的方式。摩尔发现，确定的这个词其实出现在4种常见语气里：我感觉很确定 I feel certain that， 我确定 I am certain that， 我确信无疑 I know for certain that， 以及某件事是确定的 It is certain that。 听起来相似，但摩尔指出它们并不一样。有些句式中，确定必须以事实为真为前提，否则就会自相矛盾。比如，我确信他一定会来，但他最后没来。这句话逻辑上是矛盾的，因为如果他没来，那你就不可能确信无疑。但如果你说
我当时感觉他会来，但他最后没来，这就完全合理，因为那只是一种主观感受，而不是事实性的知道。摩尔的这个区分揭示了一个微妙的真相，感觉确定和真正确定是两回事儿。我们的语言常常让这两种确定混在一起，于是我们以为自己知道，其实只是觉得。基于这些分析，摩尔得出了一个看似简单却极其锋利的结论：一件事儿若没有被知道，就不可能是确定的。这个结论就很量子状态了。这句话划开了两个常被混为一谈的概念：真理与确定性。一个事实即使没有人知道可以是真的，但它不可能是确定的。确定在摩尔看来不只是关于世界的状态，而是关于我们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只有当某人真正知道了某件事儿，我们才有理由说这件事儿是确定的。因此摩尔明确地否定了那种设想，某个命题可以客观地确定，即使没有任何人知道它。在他看来，没有被意识到的确定性根本不存在。这听起来也许有点悖论，世界或许自有其真相，但确定这件事儿永远发生在人心之中。但摩尔并没有走向另一个极端，他同样认为知道某件事儿并不等于那件事儿就是确定的。想象有人说 A 知道 P 是真的，如果这句话足以让我们说 P 是确定的，那就意味着只要有一个人知道 P 为真，别人就不可能再合理地说 P 并不确定。可这显然不对。比如我们说现在不能确定小明还活着，这并不代表没人知道他是否活着，而只是表明从我们的立场看仍存在不确定性。因此摩尔得出的另一层结论是，一个命题可以被知道，但仍然不一定是确定的。他认为知识并不自动携带确定性，两者之间还有距离。当然并不是所有哲学家都同意，有些人认为如果一个人对某件事的知道是当下的明确意识到的，而不是那种潜在知道或记得但没在想的状态，那么这种知道本身就已经包含确定性。于是哲学的争论在此再度分叉，确定性是知识的一部分，还是知识之外的光？有时候我们说我知道，其实只是灯亮着，而我确定是那道光真正照到了最深处。在关于知识与确定性的所有立场中，最激进的声音来自维特根斯坦。在论确定性中，他提出知识与确定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它们互不包含，也互不保证。一个人可以知道某件事儿，却并不确定，也可以确定某件事儿，却其实并不知道。对维特根斯坦来说，确定性不是一种理解，而是一种行动。它不是我看见事实的结果，而是我活在这样的事实中的表现。他认为一个命题之所以确定，不是因为它被证明、被看见、被推理出来，而是因为我们整个社会的行动都在默认它是真的。举个例子，当我们行走、说话、交易、教学、写作，我们已经在无声地依赖某些命题，比如外部世界存在，语言能表达意义，他人能理解我。这些信念不需要被论证，他们早已嵌进了我们的生活方式。维特根斯坦写道，理由的给出，证据的辩护，总有一个终点，但终点不是那些看起来显然为真的命题，终点是我们的行动本身，它构成了语言游戏的地基。在这里，确定性不再是思想的亮度，而是生活的重力。我们之所以确定，不是因为我们看见了真理，而是因为我们在这样的确定中活着。哲学家们一直想知道的，不只是什么是知识，还包括知识从何而来。这种探问背后的假设是，如果我们能追溯知识的源头，也许就能更好地理解它的本质。于是，从古希腊到今天，知识的起源一直是认识论最核心的主题之一。在这场讨论中，柏拉图走在最前。在理想国中，他提出了一个系统性的论证：感官经验不能成为真正知识的来源。他的推理从一个看似简单的观察开始，我们每个人对某些概念有着清晰的理解，比如相等。当我们说两根木棍几乎一样长，我们其实已经在心里拿它们去比对一个更完美的标准，一个绝对的、纯粹的相等。但这样的相等，我们从未在现实中见过。在感官世界里，没有两样东西能完全相等，一切都只是接近。所以，如果我们能真正理解相等的概念，那种理解就不可能来自感官经验，它来自别处，来自理性，或者说来自灵魂更深的记忆。对柏拉图来说，感官让我们看到世界，理性让我们理解真理。知识不是经验的积累，而是理性对永恒形式的回忆。我们都知道该如何使用相等这个词，无论你比较的是两根木棍、两块石头，还是两条河流。当你说它们是相等的，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这种知道从何而来？想象你在比较两根木棍的长度，乍一看它们似乎一样长，可当你仔细观察，差异就出现了，一根略长，一根略短。而你越仔细看，
这些细微的差别就越明显。于是柏拉图问，如果所有的感官经验都只会让我们发现不相等，那我们又是怎么学会相等的概念的呢？他得出的结论是，这份知道并非来自我们的眼睛、耳朵或触觉，而是来自灵魂更深处的记忆。就像在美诺篇中他说的那样，真正的知识并不是被学到的，而是被想起的。我们并非第一次认识这些概念，而是在回忆那场灵魂早在此生之前就经历过的理解。在柏拉图看来，每当我们追问什么是相等，什么是善，什么是真理，我们其实是在用理性叩响那扇古老的门，试图让灵魂忆起他早已知晓的世界。柏拉图并非随意地选择相等或几何作为例子，他是在提醒我们，数学才是理解知识的来源这一问题的关键。想想看，在现实世界里，我们从未真正见过一个完美的三角形，没有厚度的线，没有面积的点，这些数学对象根本不存在于任何感官经验之中。即便你在沙地上画出最精准的三角形，它的边仍旧粗糙，角度仍旧有误差，可我们却能在心里想象一个完美的三角形，三条绝对笔直的边，三角之和永远180度。于是柏拉图问，如果感官世界从不曾呈现这样的完美，那我们为何能理解完美的概念？这种理解又是从何而来？对他而言，这正是理性高于经验的证据。数学世界那些纯粹的形与数，并非我们看见的东西，而是理性在灵魂深处觉醒的真理。而这份觉醒成为柏拉图哲学最深的信念之一。知识不是从世界中获得的，而是灵魂自身记起的。关于知识的起源，哲学史上始终存在两种对立的声音。一种认为知识是天生的，在我们诞生的那一刻就已潜伏在心灵深处；另一种则坚持知识是后天获得的，是感官、经验与世界长期作用的产物。这场争论不仅在哲学中延续了2000年，在现代心理学与语言学中也依然激烈。比如语言，孩子在学说话时只接触到残缺的语言样本，大人们的语句往往不完整，甚至带着错误，可他们却能在极短时间内掌握复杂的语法结构，流畅地使用一种语言。美国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认为，这种现象几乎不可能靠模仿解释。他说明，语言的根并不在外部世界，而是在我们与生俱来的心智结构之中。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学会了语言，而是唤醒了早已存在的语言能力。与乔姆斯基的天赋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一位心理学巨匠博尔赫斯·弗雷德里克·史金纳。这位行为主义的代表人物坚信人类的知识并非与生俱来，而是通过环境塑造的结果。在他看来，学习不过是一连串刺激与反应的循环，外界给予强化与奖赏，个体便逐渐形成正确的行为与语言模式。连我们说出的每一个句子，都像是在环境的训练下完成的反应。于是，知识不再是灵魂的回忆，也不是心智的先天结构，而是一种被塑造的习惯。当然，也有哲学家试图在这两种极端之间寻求平衡。他们认为，人类既拥有先天的认知潜能，也需要通过经验的磨砺来让潜能开花结果。而更深层的分歧则体现在另一场贯穿哲学史的对抗之中：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理性主义者相信知识的最终来源是理性本身，而经验主义者则坚持一切知识都始于经验。理性这个词听起来简单，但它的本质却是一道深不可测的哲学谜题。哲学家普遍认为，理性是一种独特的心灵能力，通过它，我们得以触及关于现实的真理。这个观点其实有两面，一方面，它假设世界是可被理解的；另一方面，它相信人类拥有理解它的能力。理性主义正是从这对假设出发，它主张在理性与现实之间存在一种同构，一种镜像般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我们的思维结构在某种意义上与世界的结构相互映照。正因为这种对应存在，人类才有可能真正理解世界如其所是。而如果这种映照被打破，理性主义者认为世界将不再可知，我们的理解也会坠入彻底的迷雾。几乎没有哪位哲学家是真正彻底的经验主义者，也就是说，没有人会真的认为所有的知识毫无例外的都来自经验。就连被称为现代经验主义之父的约翰·洛克也承认，有些知识并非源于经验，只不过他认为那类知识微不足道，空洞到几乎没有实质内容。休谟也持类似的观点，他同样相信经验的重要性，但也意识到仅靠经验、理性无法解释一切，尤其是那些关于必然性、因果性的问题。换句话说，即便是最坚定的经验主义者，也无法不依靠某种超出经验的框架去理解世界。因此，经验主义者并不完全否认先天知识的存在，他们只是认为那类知识没有真正的意义。所以，更准确地说，经验主义主张一切有意义的与事实相关的知识都必须来自经验。但即便这样定义，
经验主义仍与理性主义存在根本分歧。理性主义者相信人类能够拥有一种先于经验而又富有意义的知识，而经验主义者则坚持认为那是不可能的。在理性主义眼中，理性是通向真理的光，而在经验主义眼中，理性不过是经验的影子。在经验主义中，经验这个词通常指的就是我们最直接的感官感受，或者用修谟的说法叫做印象。而对那些严格的经验主义者来说，这样的定义其实暗含着一个更深的假设：人的心灵是被动的，它就像一块白板，外部世界在其上留下印记，我们所感知、所记得的一切，不过是这些印记的复制与积累。在这种视角里，人类并不是在创造知识，而只是被动地接收世界投射来的光影。把心灵看作一块白板，其实给经验主义带来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如果所有知识都来自经验，那我们又如何知道那些从未出现在经验中的事物？比如龙。古典经验主义者如洛克和休谟给出的回答是这样的：龙虽然在现实中不存在，但它的概念可以被分解成更简单的元素，翅膀、蛇的身躯、马的头。这些简单观念都源自真实的感官印象，于是龙只是这些印象的组合与拼接。在这种理论中，心灵依然是被动的，只是多了一点拼图的能力。它不能创造新的材料，只能把经验留下的碎片重新排列。然而，问题并没有就此结束。如果一切知识都来自感官，经验主义者就必须回答：抽象概念从何而来？比如完美的三角形，感官世界里没有任何一个三角形是完美的，线会歪，角会偏，边会弧，但我们却能在头脑中清晰地想象出一个完美的形状。这个完美显然不是经验能提供的。同样的问题还出现在普遍概念上，我们的感官从未见过人类这种整体，只能看到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人。但人类这个词却有意义，而且我们还能据此说出一些显然为真的命题，比如人类会死亡。连颜色的概念也隐藏着同样的难题。有的经验主义者认为，红色的观念源自我们在记忆中对无数个红色事物的抽象提炼，但问题是谁在进行这种抽象？又凭什么能从具体的经验里提炼出那种超越经验的普遍性？可问题在于，如果我们还没有红的概念，又怎么知道哪些经验该被算作红？经验主义者或许会回答，那是我们小时候学语言时被教会的。大人指着某个红苹果说，这是红的，又指着红花、红布、红灯笼说，这也是红的。于是，经过反复的指认与比较，孩子逐渐在脑海中抽象出红色的概念。听起来似乎合理，但仔细一想，这种解释其实绕不开原点。如果孩子最初根本没有红的概念，那他凭什么知道该把这些不同的事物放进同一个范畴？是什么让他在各种视觉经验中看到了一种共通的红？经验主义在这里再次陷入了自己的逻辑陷阱。他想用经验去解释概念，却忘了经验本身的识别与分类早已依赖于概念的存在。但问题还没结束，就算孩子通过反复指认学会了红这个词儿，这些例子依然是极其有限的，它们只覆盖了红色世界的冰山一角。现实中，红有无数种深浅与光泽，暗红、朱红、玫瑰红、血红，孩子见过的只不过是其中寥寥几种。那么，凭什么孩子能在有限的经验中抽象出恰好与成年人一致的红的概念？理论上，他完全可能把红理解成亮的颜色，或者果实的颜色，甚至只是我被夸奖时看到的那种颜色。他是怎么选中那个正确的抽象的？理性主义者在这里提出了一个不同的答案。或许孩子之所以能抓住那个对的概念，并不是靠经验的归纳，而是因为在我们心中原本就有某种先天的结构，让我们能够辨认、理解并组织这些经验。换句话说，经验可能只是唤醒了我们心里早已存在的某种秩序感。很多哲学家，甚至刚接触哲学的人，都会被一个现象困扰：哲学的论证似乎永远没有定论，每一个论点都有反论点，每一个立场都能找到对立的立场。就像你刚刚觉得被说服，下一刻又被另一套逻辑彻底推翻。正是在这种反复的思辨中，怀疑论诞生了。古代的怀疑论者曾认为，所有的论证都同样薄弱，既然每一种说法都能被反驳，那就意味着没有任何东西真的可以被证明。而在现代，哲学家本森马茨继承了这种怀疑精神，却给出了一个反讽式的说法。他认为，所有哲学论证其实一样有力，听上去矛盾，但意思其实一样。无论你站在哪一边，理性似乎总能找到理由支持，也能找到理由怀疑。讽刺的是，怀疑论本身其实也是一种哲学。于是，一个更棘手的问题出现了：怀疑论能否逃脱他自己设下的陷阱？当他质疑一切知识的可靠性时，他是否也必须质疑自己？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我们究竟怎样理解怀疑论。
在历史上，这个词指向过许多不同的立场和实践，从温和的理性怀疑到彻底否认知识可能性的极端怀疑。但无论形式如何，怀疑论的核心始终如一，它挑战了人类最根本的自信，那种我们能够真正知道些什么的信念。即便是最极端的怀疑论者，在某种程度上也和他们的反对者共享同一个起点，他们都接受一种最基本的知识定义，一种看似朴素却蕴含深刻逻辑要求的定义。第一，如果一个人知道某件事儿，那这件事儿就必须是真的。第二，如果一个人知道某件事儿，那他就不可能错。换句话说，知识不只是信念，它必须与事实吻合。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有人说我知道小明会在9点钟到，结果小明并没有出现，那么这个我知道就必须撤回。此时他可以说我以为我知道，或者我当时非常确定，但他不能再理直气壮地坚持我真的知道，因为在逻辑上，知道与错不能共存。在刚才那样的知识定义下，怀疑论者要发起挑战，其实不需要证明某个人真的错了，他们只需要证明他有可能错，就是这么简单。这正对应了我们刚刚提到的第2个条件，如果一个人知道某事，那他就不可能错误。所以只要怀疑论者能指出在某个我知道的说法中，逻辑上依然存在出错的可能性，他们就能得出结论，那个人其实并不真正知道。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怀疑论者总喜欢做一件事儿，他们不停地寻找反例，去挖掘我们那些看似理所当然的知识宣称里隐藏的漏洞与不确定性。有一种更极端的怀疑论，直接否认了我们对外部世界的任何知识。他会问，你怎么知道你看到的树真的在哪里？也许你只是一个泡在营养液里的大脑，所有你所谓的感官经验只不过是被精密设计的电信号在欺骗你。听起来像科幻小说，但逻辑上它无懈可击，因为根据我们前面讲过的知识定义，只要存在出错的可能性，就足以让我知道这句话失效。所以不管我们拥有多少感官证据，那些触觉、光影、声音、气味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在逻辑上我们永远无法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我们所感知的一切都可能是假的。如果要追溯哲学最初的问题，那几乎都要回到古希腊，一个被运动困住的时代。在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眼中，变化本身就是个无法自洽的谜。如果某物在变化，那他此刻既是他自己，又不是他自己，这在逻辑上似乎行不通。于是古希腊哲学家得出一个奇特的结论，知识不能改变，因为如果知识也会变化，那我们又凭什么说它是真？巴门尼德，那位被称为存在之者的思想家，因此断言思维与存在是同义的，一切能被思考的事物都真实存在，而那些正在变成的、尚未存在的，根本无法被思考。在他看来，世界不是流动的，而是静止的整体，成为只是幻觉，真正的存在从未改变。柏拉图继承了巴门尼德的约束，真正的知识必须是不变的。可问题来了，我们通过感官看到的世界，时时刻刻都在变，河水在流，影子在动，连我们自己也在老去。如果知识来自感官，那它岂不是也会随世界一起流动？那我们又如何确定今天所知的真理，明天不会被新的感觉推翻？在泰阿泰德篇中，柏拉图因此得出一个激进的结论：感官经验不能成为知识的源泉。要获得真正的知道，人必须超越感官，让理性去触及那些不变的、永恒的存在。在那里，真理不会随时间漂移，也不会被幻觉污染。那是理念的世界，也是柏拉图所谓可知的世界。柏拉图的知识理论其实分为2部分，首先探讨那些永恒不变的存在，其次讨论人类如何凭借理性去认识它们。为了说明这一点，柏拉图在《理想国》第7卷中讲了一个流传至今的寓言，洞穴的比喻。想象一群人从出生起就被锁在洞中，他们的脖子、双腿被铁链束缚，一生只能面向洞壁。在他们身后有火光在燃烧，偶尔有人或物从火光前经过，于是那些影子被投射在洞壁上。对这些囚徒来说，那面墙上的影子就是全部的世界。他们讨论、争论，甚至为影子的形状下定义，却从未想过自己看到的也许根本不是真实。洞穴象征感官世界，影子是我们通过感觉得到的经验，而那些被火光照亮的真正事物，只有当人挣脱锁链，转身走向洞外，才可能亲眼看见。这转身的过程就是哲学的觉醒，也是柏拉图所说的从感性到理性的攀升。挣脱锁链的人起初并不会立刻迎来自由的喜悦。当他第一次转身，第一次面对火光时，那强烈的光线刺痛了他的双眼，他本能的抗拒，渴望回到阴影的安慰里。可若他坚持向上，穿过黑暗的甬道，一步步走向洞外的世界，那痛苦的攀升正是灵魂从感性束缚中解放的过程。
柏拉图说，这条上升之路其实象征着理性的觉醒。理性让人得以看见那些不随时间流转的真理，去认识那永恒不变的理念。而当人终于走出洞穴，眼前的景象会让他震撼。他第一次看见真实的世界，看见光、色彩、生命与秩序，直到最后，他直视那一切的源头——太阳。对柏拉图而言，太阳象征知识的根源，也象征真理之光。只有那些能承受光亮的人，才真正看见了世界的本质。柏拉图在探寻真知时，从一个简单却深刻的观察出发。心灵的每一种能力都对应着一种独特的对象，听觉对应声音，视觉对应形象，嗅觉对应气味。那知识呢？如果知道也是心灵的一种能力，它必然也有自己独特的对象。柏拉图说，那些对象并不是我们在感官世界中看到的石头、树木或颜色，而是那些可以被我们指认为某种东西的概念。当我们说这是一个三角形，我们其实并不是在谈那一笔一画画出的形状，而是在指向成为三角形这一种性质，一种独立于具体图像却被一切三角形所共有的存在。同样，白不仅是墙的颜色，善也不仅是一个人的行为，它们指向的是比任何个体事物都更高、更纯粹的东西。柏拉图称这些恒常不变的存在为理念。理念不是感官能触及的对象，而是理性才能看见的真相。柏拉图在这里进一步区分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存在，一种是我们能看见、能触摸到的具体事物，比如被画在沙地上的三角形、纸上的图形、墙上的装饰。这些具体的三角形各不相同，有的大，有的小，有的歪斜，有的端正，它们都存在于某个时间、某个地点，属于我们感官所见的现象世界。柏拉图称之为个别者。另一种是所有这些具体三角形所共有的特征，那就是三角性本身。这种成为三角形的性质不依附于任何一幅图画，也不随时间或空间而改变，它既没有被画出来，也不会被擦去。这种普遍而恒定的存在，柏拉图称为理念 form 或称 idea。这里的 idea 并不是心理上的想法，而是一种客观存在、永恒不变的本质。对柏拉图而言，真正的知识所指向的正是这些理念，因为只有理念是不变的、普遍的、独立于感官世界的真理，而我们在感官中所见的种种个别事物，不过是这些理念在时空中的投影或影像而已。柏拉图认为，理性之所以高于感官，就在于它能通往那些不变的理念，而理性实现这一点的工具，就是他从老师苏格拉底那里继承来的辩证法。辩证法不是争辩输赢的技巧，而是一种通过问与答去逼近真理的思维方式。在一连串的追问中，柏拉图希望我们能一步步剥除概念的模糊与混乱，最终抵达它的真实定义。所谓真实定义，就是一组既必要又充分的条件，能精确界定某个概念究竟适用于什么对象。举个例子，当我们说兄弟这个词时，柏拉图会问，什么条件下一个人才能被称为兄弟？答案是，他必须是男性，并且有手足关系。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也刚好足够。只要理解了这两点，你就真正明白了兄弟这个概念的本质。对柏拉图而言，这样的定义不只是语言上的说明，更是一种通往理念世界的路径。因为当我们能用理性捕捉事物的必要与充分条件时，我们就在超越感官，触及那些不随时间变化、永远成立的真理。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让苏格拉底把辩证法应用到一个最核心的主题上——正义。一开始，长者克法洛斯提出了一个看似简单的定义：正义就是言行诚实，听上去合理，不撒谎，不欠债，好像就是做一个正直的人。但苏格拉底立刻追问：难道说实话、偿还债务在任何时候都是正义的吗？他举了一个发人深省的例子：假如你向一个朋友借了一件武器，后来这个朋友疯了，此时你还该不该把武器还给他？如果你照章办事，守信还物，那可能会害人；如果你选择不还，那又违反了承诺。于是苏格拉底指出，正义不可能只是诚实这么简单，在某些情境下，说真话或偿还债务反而可能是不正义的。这个例子让正义从一个道德口号变成了一个需要理性审视的哲学谜题。它也展示了柏拉图式辩证法的力量，不是为了定义得更漂亮，而是为了逼近一个更深层的真理：什么才是真正的正义？假如那个失去理智的人此时拿着愤怒与疯狂要求你把武器还给他，而你明知他要去伤害一个无辜的人，这时候该怎么办？苏格拉底说，真正的正义不是盲目的诚实，如果为了阻止恶行而撒谎，那反而才是更高层次的公正。于是一个简单的定义，正义就是诚实守信，就这样被推翻了。这就是苏格拉底的辩证法，提出一个看似正确的定义，再用例子一连串的反驳去测试它。
每一个定义被驳倒，它就更接近那个不会被驳倒的真理。通过这种不断的提问与推翻，他试图触及正义的本质形式，也就是所有正义之士所共同拥有的那个不变的特征。对柏拉图而言，这才是真正的知识，不是对表象的描述，而是对永恒形式的洞见。柏拉图追寻定义，其实是在追寻知识本身的形态。但问题是，什么才算是真正的知识？在泰阿泰德篇中，柏拉图提出了一个看似简单却极深刻的答案：知识至少要包含真实的信念。我们不可能知道一件假的事情，人们当然可能以为自己知道，但那只是以为，并非真正的知。所以柏拉图说，知识不仅仅是相信，也不仅仅是相信的对，它必须是超越单纯正确信念的东西。它要求我们不仅碰巧说对，而是理解为什么它是对的。想象这样一个场景：4月的某个夜晚，一个人做了个梦，梦见9月会发生地震。他醒来后深信不疑，9月一定会有地震。几个月后，地震真的发生了。那么他算知道这件事吗？柏拉图说不算，他确实相信了，也猜对了，但这并不是知识，因为他没有理由。他的信念虽然正确，却缺乏正当的支撑，就像掷骰子碰巧掷中6点，那只是运气，不是理解。所以柏拉图得出一个关键结论：知识等于被证明的真信念。换句话说，要称得上知道，必须满足3个条件：第一，它是真的；第二，你真心相信它是真的；第三，你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它是真的。自柏拉图以来，人们虽然对什么算作合理的理由争论不休，但知识等于被证明的真信念这个公式依然被哲学界沿用了近2000年。直到20世纪中叶，一位名叫埃德蒙德·盖蒂尔的美国哲学家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反例。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小红非常了解小明。那天他正走过商场的长廊，身后几米远的地方，小明也正跟在他后面，但他并没有注意到。这时，小红看到前方有人迎面走来，那人和小明长得一模一样，于是他心想，小明在我面前。这个判断看似合理，他有充分理由相信自己看到的人就是小明。可是事实是，他看到的其实是小明的双胞胎，真正的小明此刻正走在他身后。于是问题出现了，小红的信念是真的，因为小明确实在商场里，他也相信这件事儿，而且似乎有充分的理由。但我们会说，他真的知道吗？显然不。盖蒂尔用这个简单的故事撕开了一个深深的裂口。即便一个信念是真，被相信且有理由，也未必能称为知识。而知识似乎还缺点什么，某种连接真理与信念的更深层条件。然而小红并不知道，她看到的那个人其实是小明的双胞胎兄弟。于是小红形成了一个信念：小明正在商场里走着。这个信念巧合的是真的，因为的确有一个小明此刻正走在他的身后，只不过他并没有看到他。更棘手的是，他的信念似乎也有充分的理由，毕竟从他的视角来看，一切证据都与那个人就是小明完全吻合。换句话说，他的证据和小明真的在那儿时的证据几乎没有任何区别。可问题是，小红的真信念仅仅是个幸运的误会，他猜对了，但那并不等于他知道。这个例子像一记闷棍，击碎了柏拉图留下的那条古老公式：知识不等于被证明的真信念。它揭示出一个深层的难题：当我们的信念偶然与事实重合时，那还算是真正的知道吗？换句话说，在盖蒂尔看来，问题的根源在于小红的信念与事实之间缺乏恰当的因果联系。他之所以相信小明在那儿，并不是因为他真正感知到了小明，而是因为他误以为别人是他。信念与真相擦肩而过，只是偶然在某个瞬间重叠。在后分析篇中，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个极具影响力的观点：每一门科学都建立在2种知识之上。第一种是那一学科的第一原理，它们是真理的起点，必然为真，且能被人直接认知。第二种是从这些原理出发，经由推理得出的派生真理。换句话说，科学不是一堆孤立的事实，而是一张由必然真理支撑起来的推理之网。为了证明某个科学命题，亚里士多德发明了一种结构化的推理方式——三段论。在这种逻辑中，每一个结论都必须建立在前面的论证之上，就像一座层层递进的阶梯，每一步都由上一步证明并支撑。于是，科学真理的诞生不是凭经验的偶然发现，而是一个逻辑的展开过程。从不可怀疑的第一原理，一步步演绎出世界的秩序与必然性。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体系中，每一个三段论都有双重的力量。它不仅在逻辑上推出结论，在因果上也解释了为什么那个结论必须为真。举个例子，所有的星星都是遥远的天体，所有遥远的天体都会闪烁，因此所有的星星都会闪烁。这不是单纯的推理游戏。在亚里士多德看来，
结论星星会闪烁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它被两个更根本的事实——星星是遥远的与遥远的东西会闪烁共同解释了。换句话说，科学推理不只是形式上的推出，而是一种对世界结构的揭示。当我们理解了这些因果链的层层展开，就能看到知识的根基如何支撑起整个体系。而在这条推理链的最底端，那些最初的前提，亚里士多德称之为第一原理，是不需要再被证明的，它们是理性直接把握的真理。从这些原理出发，最后一条推理的结论就是科学所要揭示的真相。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关于知识的讨论其实离不开他对灵魂本质的理解。他认为灵魂就是让事物活着的那个东西，凡是生命，无论是人、动物还是植物，都拥有某种形式的灵魂。而在人类之中，灵魂中最独特、最高的一部分被他称为理智。有时它被描述为一种能力、一种机能，也可以说是灵魂的一个部分或一种活动的面向。值得注意的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灵魂和理智并不是神秘的、宗教化的词，而是科学性的概念，是用来解释生命与认知如何运作的理论结构。在他笔下，灵魂是生命的形式，理智则是认识真理的工具。人之所以能知道、能理解、能思考，正是因为在我们的灵魂中存在着这样一个可以通向真理的理智之门。亚里士多德有一段神秘而深刻的话：现实中的知识与它的对象是同一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亚里士多德似乎在说，当我们学到某样东西时，我们在某种意义上获得了那个对象，但我们获得的究竟是什么？是与知识对象不同的某物，还是与它完全相同的东西？如果不同，那我们心中所拥有的就与知识的对象产生了偏差，而一旦有偏差，那就不可能是真正的知识，因为知识必须是真实的、准确的、无误的对应。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们说我知道蓝色是一种颜色，那这个知道就不能指向别的东西，它必须与蓝色是一种颜色这个事实完全一致。也就是说，真正的知识必须与它的对象同一，知与被知不再分离。这一思想在现代哲学中依然隐约地延续着。例如，那句著名的知识条件是 A 知道 P， 当且仅当 P 是真的。换句话说，知识的本质就是思想与真实的合一。当我们说知识与它的对象必须是同一的时，一个自然的问题就出现了：知识究竟是以什么方式存在于一个人之中？想象一下，小明知道狗是什么，也就是说，他知道作为狗意味着什么。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讲，狗或者狗的本质似乎必须存在于小明的心中。但问题是，这怎么可能？狗又不是直接跑进了他的脑袋里。亚里士多德的回答来自他对现实的整体理论。他认为，所有地上的事物及世间的具体存在物都是由两个原则构成的：形式和质量。拿狗来说，每一只狗都有作为狗的形式，也就是让它成为狗而不是别的动物的特征，以及质量，它的身体、血肉、骨骼这些具体的东西共同组成。形式让一个对象成为它所是的那种东西，而质量则是没有任何意义、无法理解的纯粹东西。因此，当一个人知道狗是什么时，他心中并没有一只真正的狗，而是拥有了作为狗的形式，也就是狗的本质结构，在认知层面上被心灵所吸收、所拥有。换句话说，知识并不是把外在的对象装进头脑里，而是让心灵在形式上与对象合一。在《论灵魂》中，亚里士多德对思考的过程给出了一段相当简略但极具洞见的说明。他说，就像其他一切事物一样，理智本身也必须包含两个部分，一个与质料相对应，另一个与形式相对应。前者被称为被动理智，后者则是能动理智。关于能动理智，亚里士多德语气极为凝练，却意味深长。他写道，在这个意义上，理智是可分离的，不受影响的，非混合的，因为它在本质上是一种纯粹的活动。当理智脱离当前的束缚时，它显现出它真正的样貌。不多不少，它本身是永生的、永恒的，没有它，什么都不能思考。换句话说，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智不是一个单一的、静态的东西，而是一种有内在层次的认知能力。被动理智就像一块未成型的蜡板，它有接受印记的能力，但自身什么都没有。它代表着心灵中可以被思想填满的那部分。能动理智则像光一样，它让可见的东西变得可见，或者说让潜在的思想变成实际的思想。它是使思维真正发生的积极原则。而当亚里士多德说能动理智是永恒的、不受影响的、非混合的，他暗示着它并不依赖于身体，而是灵魂中最纯粹、最神性的部分。那部分在我们死后仍然不灭。亚里士多德关于知识的这一部分观点，实际上是他对感觉理论的自然延伸。在他看来，感觉的发生是这样的：当一个感官器官受到外部感知对象的刺激时，通常这种刺激会借助某种媒介而进行，
比如视觉依赖光线，听觉依赖空气。这种刺激会在感官器官中生成一种可感形式，这种形式并不是外物本身，而是外物在感官中的表征或印象。亚里士多德用一个著名的比喻来说明这一点：感官器官接受可感知对象的形式，而不接受它的质量，正如蜡板接受印章的印记，而不接受印章所由之铁或金。换句话说，当你看到一朵玫瑰时，你的眼睛并没有把玫瑰的物质部分吸收进来，而是仅仅接受了玫瑰的形式，也就是颜色、形状等能够被感知的特征。因此，感觉的本质是形式的接收，而非物质的转移。这个观念正是亚里士多德整个知识论的核心。知觉是形式的感知，思维是形式的再现与抽象。通过这种连续性，亚里士多德在感觉与理智之间建立了桥梁。感官接收个别事物的形式，理智抽象出普遍的形式。在亚里士多德去世之后，认识论历史上迎来的下一个重要转折是怀疑主义的兴起。怀疑主义并非一种单一立场，而是至少包含两种主要形式。第一种被称为学院派怀疑论，起源于公元前3世纪的柏拉图学院，由哲学家阿尔克西拉乌斯提出。我们今天对他及其思想的了解，主要来自西塞罗、塞克斯图斯、恩皮里科以及蒂欧根尼拉尔修的记载。学院派怀疑论者有时也被称作教条式怀疑者，他们主张没有任何事物能够被确知，换句话说，人类无法真正知道任何东西。这种立场看似激进，却很快遭遇了一个经典反驳，来自斯多亚派哲学家安提帕特等人的质疑。他们指出，如果你声称没有任何知识是可能的，那么你至少知道知识不可能这一点。可一旦你知道了这件事儿，你的论断就自相矛盾了。于是，这种教条式的怀疑在逻辑上就被自己推翻了。在阿尔克西拉乌斯之后，另一位学院派哲学家卡尔内阿德斯提出了一个更为精妙的回应。他认为，外界对学院派怀疑论的指责其实误解了他的本意。怀疑论并不是在宣称知识不存在或者我们一无所知，它并不是一种关于世界的理论，而是一种论辩策略。按照这种策略，怀疑者并不会试图证明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他只是假设自己不知道，然后防守性地维护这个假设，对所有声称知识存在的论点逐一反驳。换句话说，怀疑者并不承担证明知识不可能的责任，相反，真正的举证责任在于那些坚信知识可得的人。卡尔内阿德斯对学院派怀疑论的诠释，让他与另一种怀疑论形式变得惊人的相似，那就是皮浪主义，以哲学家爱丽丝的皮浪命名。和学院派不同，皮浪主义者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他们主张人应该暂停判断，彻底避免做出任何知识性的宣称，哪怕是那句什么都不知道。皮浪派的策略是一种平衡破坏，他们会指出，对每一个有证据支持的命题都可以找出一个反命题，并且它同样有着同等强度的证据。于是理性陷入对峙，任何立场都有一面镜像与之相对。比如远看一座塔似乎是圆的，走近一看却发现它是方的。这种用来反驳双方论点的推理方式被称作环论。他们的目的不是要找到真理，而是让人意识到，在真理面前，我们永远可能看错。比如皮浪主义者会举这样的例子：人们常说天意照顾万物，因为星辰的运行井然有序，仿佛暗示着某种神圣的关怀。但同样有力的反证也在眼前，许多善良的人饱受苦难，而邪恶的人却常常享受幸福。如果真有天意，为何世界并不公？再比如，我们以为一个苹果有很多特征，形状、颜色、味道、香气，每一种特征都作用于不同的感官。可皮浪主义者会说，或许事实并非如此，也许苹果只有一种属性，只是它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我们的眼、鼻与舌。在这样的思维方式里，每一个确定的判断都可能被一个同样合理的怀疑所抵消。真与假、实与虚之间似乎只隔着一个视角的差距。在这些论辩背后，真正被触及的问题被称为标准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如何才能找到一个合理的标准，去判断哪些信念是可靠的，哪些知识是真的？皮浪主义者认为，无论提出什么样的标准，最终都逃不过两种命运：要么毫无根据，要么无法定论。想象一下，某人宣称这就是我们判断真假的标准，皮浪主义者会立刻追问：你凭什么说它是标准？如果没有理由，那它就毫无根据；但如果给出了理由，那理由本身难道不也需要一个更高的标准来支撑吗？于是问题陷入循环，标准需要被证明，证明又需要新的标准，就像一面镜子对着另一面镜子，映出无穷无尽的回声。这就是怀疑论者的锋刃所在。当人类试图为知识寻找绝对的起点，他们却一步步揭示出，也许那样的起点从未存在。
如果怀疑论者必须依靠判断才能活下去，那他们早就陷入了麻烦。但事实并非如此。皮浪学派认为，人其实可以在不做判断的情况下生活得很好。我们不需要确定世界的真相，只需顺应习俗，接受表象，看到什么就如其所见，遇到什么就如其所遇。我们不去宣称这些现象正确或错误，只是让他们如其所是。塞克斯图斯指出，这样的生活方式不是无助，而是一种智慧的放下。它让人脱离了必须知道的焦虑，回到单纯的感知与经验之中。因此，古代皮浪主义并不真正是一种知识论，它没有试图建立关于知识是什么的理论，而是以一种怀疑的姿态拆解他人的理论，尤其是斯多亚派与伊比鸠鲁学派那种自信而系统的哲学建筑。皮浪本人甚至认为，这种放下判断的怀疑并不是出于知识的骄傲，而是出于伦理的平和。当人彻底与必须知道的执念和解，他便得以抵达一种宁静的境界，古人称之为心灵的安然。希波的圣奥古斯丁认为，如果没有上帝的启明，人类便不可能获得任何知识。在他看来，人的心智之所以能看见、理解或把握思想，全赖上帝之光的照耀。这些理念在奥古斯丁的理解中，与柏拉图的理念如出一辙。它们是永恒的、不变的，只可由心灵直接领悟。但更深一层的是，这些理念并非独立存在于某个超然世界，而是在某种神秘的意义上属于上帝自身，并且是在上帝之中被人心所见。启明 （illumination） 是奥古斯丁哲学中的核心概念，他借用了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以及其他哲人的视觉隐喻。上帝是光的源泉，人类的心灵如同一只眼睛，唯有当神之光照临时，心灵的眼睛才得以看见真理。有时奥古斯丁会稍作转喻，他说人类的心灵参与于上帝，又在论师者中说基督亲自内居于心灵之中，以其存在照亮人之理智。值得注意的是，奥古斯丁的启明论并非仅关乎宗教或神秘经验，而是关乎一切知识的可能性本身。在他看来，每一种认识，每一次领悟，都是上帝之光在灵魂中的一次闪现。在奥古斯丁成熟地提出启明论之前，也就是他皈依基督教不久的时期，他首先致力于反驳学院派怀疑论。在《博学院派》一书中，奥古斯丁指出，即便怀疑一切，人类仍能确知某些命题是真实的，例如那些吸取重言式，要么世界是一个整体，要么世界不是一个整体，要么世界是有限的，要么世界是无限的。这些命题无论如何都成立，因为它们涵盖了所有可能的情况。人类还确知许多以在我看来开头的命题，例如，在我看来，我所感知的东西由大地与天空组成，或者说是某种看似大地与天空的存在。除此之外，人类也能确知那些逻辑命题，奥古斯丁称之为辩证命题。例如，如果世界由4种元素组成，那它就不可能有5种；若太阳只有一个，就不可能有2个。同一个灵魂既不能死去，又仍然是不朽的。人不可能同时既幸福又不幸福。这些命题并不依赖感官经验，而是根植于理性的必然性之中。奥古斯丁借此论证，怀疑虽可动摇感官的可靠性，却无法否定理性的自明真理。而正是从这种对怀疑论的反思出发，奥古斯丁进一步发展出他的核心思想：上帝之光照亮人心，使知识成为可能。奥古斯丁在他后期的多部著作中都继续对怀疑论进行了驳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包括《论自由意志》、《论三位一体》，以及他的哲学神学巨著《上帝之城》。在《上帝之城》中，奥古斯丁进一步提出了几种人类能够绝对确定的事理，再次以此来反驳学院派怀疑论者的观点。他论证说，若一个人被欺骗，那么至少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它确实存在。用第一人称表达这一思想，奥古斯丁写道：若我被欺骗，那我便存在。As I follow some。 这句话在1200年后被笛卡尔以另一种形式重述为我思故我在 cogito ergo sum。 在论三位一体中，奥古斯丁又提出了这一论证的一个辩题：即便我被欺骗，我至少能确信我仍然活着。这些论证共同表达了一个深刻的思想：怀疑本身反而成为自我存在与意识确证的根源。奥古斯丁进一步指出，既然他知道，那么他也知道自己知道，而且这一认知可以无限递归下去。若我知道我知道我还活着，那么我也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还活着。在20世纪的认识论逻辑中，这一思想被形式化为一个著名的公理：若 A 知道 P， 则 A 也知道自己知道 P。在《上帝之城》中，奥古斯丁还宣称他确知自己在爱，因为我并没有在这一点上受骗，我确实在爱，而在我所爱的事物中，我并未被欺骗。借此，奥古斯丁认为怀疑论已被彻底驳倒，
他明确否认自己曾经能够真正怀疑那些通过感官经验或通过多数人的见证而获得的知识。在奥古斯丁对怀疑论的批判之后，整整1000年间，怀疑论几乎销声匿迹。然而，它最终如同埃及神话中的凤凰般重生。与此同时，奥古斯丁的柏拉图式认识论在中世纪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一直延续到13世纪中叶，才被圣阿尔伯特及其弟子圣托马斯·阿奎那提出的理论所取代。他们发展出一种区别于奥古斯丁神圣照明说的替代理论。坎特伯雷的圣安瑟伦用一句话概括了整个中世纪哲学的精神：信仰寻求理性。这句话不仅揭示了他自身的哲学立场，也恰当地概括了整个中世纪哲学的本质特征。所有伟大的中世纪思想家，无论是基督教、犹太教还是伊斯兰哲学家，既是哲学家也是神学家。几乎所有中世纪哲学家关心的问题，都与他们对上帝的信仰紧密相连。几乎所有哲学难题的解答，包括认识论问题，都将上帝视为不可或缺的要素。事实上，安瑟伦本人就把真理与可理解性直接等同于上帝。然而，正如他在《独白录》开篇所指出的那样，这一观点内含着一个显著的张力。如果上帝就是真理与理性可理解性本身，那么既然人类无法感知上帝，又怎么可能认识上帝呢？安瑟伦提出的回答是，必须区分2种知识，一种是通过感官经验而熟知的知识，另一种是通过概念与描述而获得的知识。虽然上帝是非物质的，因而不能被感官所直接感知，但人类仍然可以借助感官经验所形成的概念体系，对上帝进行间接的概念性的认知。换言之，人类可以通过描述性知识来认识上帝。因此，人类对上帝的一切认识都依赖于一个关键性的描述：上帝是无可设想更伟大的存在。从这一前提出发，安瑟伦提出了他著名的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论证。他认为，人类仅凭理性就可以认识到，确实存在这样一位上帝，他是全能、全知、至公、至慈且非物质的存在。800年之后，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在其认识论中提出了一个类似的区分，即直觉知识与描述性知识的区别。不过，罗素坚决否认这种区分可以被用来证明上帝的存在，他将其视为一种认识方式的分析工具，而非形而上学的论证手段。随着亚里士多德论灵魂在13世纪初被译成拉丁文，主导早期中世纪思想的柏拉图式与奥古斯丁式认识论逐渐被取代。依循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托马斯·阿奎那区分了不同类型的知识。感官知识源于对具体事物的感知，然而这种知识以个别事物为对象，并且人类与动物都具备这种感知能力，因此它被视为一种较低层次的认知形式。与之相对的是科学知识，它具有普遍性，能够把握事物的共相与必然性。阿奎那认为，正是这种从个别经验中上升到普遍真理的能力，使人类的理性区别于动物的感知。当我们说科学知识具有普遍性，这并不是在贬低具体性的重要，相反，阿奎那认为，真正的科学知识也应当充满细节，而且在一切知识中，上帝的知识才是最为详尽、最为完备的。但这里的细节必须是某类事物本质上所必须的特征，而不是仅属于个别实例的偶然特征。换句话说，科学知识关注的不是这朵玫瑰的颜色，而是什么是玫瑰这一类的普遍本质。阿奎那认为，虽然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知识是对上帝的认识，但以人类的理性能力而言，对物质世界的认识更符合我们的天赋与局限。因此，在接下来的讨论中，他主要聚焦于人类如何认识物理对象，也就是有限的心智如何从感官出发触及真理的普遍结构。在神学大全中，阿奎那继承并发展了亚里士多德关于知识的生成机制的思想。他认为，人类获得知识的过程是理智从感官经验中抽象出概念的过程。这个过程的起点是感官图像，也就是我们通过视觉、听觉、触觉等方式接收到的具体现象。当我们看到一只狗，这个感官图像会被储存在心灵中，接着能动理智介入，它开始在图像中抽取出那些普遍的本质的要素。举个例子，从一只具体的狗的形象中，理智会提取出诸如有生命、能繁殖、能行动等普遍特征。这些特征构成了狗之所以为狗的本质。与此同时，那些属于个别实例的偶然特征，比如这只狗属于小明，它重20公斤，则被剔除。换句话说，知识的生成正是一个从个别到普遍，从感性到理性，从图像到概念的跃迁。而在这个跃迁中，人的理智不仅是被动的接收，更是主动的参与，
整理与提炼。阿奎那在这里让理智成为人类认知中连接经验与真理的桥梁，一种让有限的感官世界通向普遍秩序的神圣机制。为了解决亚里士多德理论中潜藏的疑虑，阿奎那对其进行了重要修正。他认为，人类理智中所获得的不仅是形式，还有一种更完整的东西。种相。种相并不是单纯的抽象形式，而是由形式与某种普遍的质料观念共同组成的复合体。阿奎那将这种普遍化了的质料称为共相质料，它与个别质料形成对比。个别质料是让每一个具体事物拥有独特存在的物理质，比如这只狗的毛色、体重、位置都是它的个别质料。而共相质料则是一种被理智抽象化的质料，它不属于任何一只具体的狗，却让我们能够思考狗这种普遍的存在。换言之，当我们在思考狗时，我们的心智中并非仅有一个纯粹的逻辑形式，而是拥有一个更丰满的思维模型，一个既脱离个别却又保留具象感的普遍图像。这正是众相的意义所在。通过这一修正，阿奎那让理智的对象变得更真实，更贴近人类的认知经验。它既不是空洞的抽象，也不是原始的感官印象，而是一种介于经验与理念之间的认知中介，一种让我们既能理解世界的普遍性，又不是对具体世界的把握的心智结构。这一理论曾遭到一个经典的质疑：如果认识一个事物意味着在理智中拥有它的形式与种相，那么我们真正认识的究竟是事物本身，还是我们心中关于它的观念？换句话说，若知识的对象只是被抽象出的形式或内在的种相，那人类岂不是永远无法触及真实的世界？我们所知的一切只不过是心智中的表象。从这个角度看，阿奎那的理论似乎滑向了一种唯心主义。也许世界存在，但我们永远只能在观念的镜像里认识它。然而，阿奎那并不承认这种结论，他要强调的是知识的媒介与知识的对象之间的区别。形式与种相确实存在于心智之中，但它们不是我们认识的终点，而是通向现实世界的桥梁。在阿奎那看来，人并非认识心中的影像，而是借由这些心智形式直接认识现实本身。就像透过干净的玻璃看向窗外的风景，我们看到的不是玻璃，而是玻璃之外的世界。这一细微而深刻的区分，让阿奎那的理论避开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陷阱，并保留了一个关键信念：人类的理智虽然有限，却依然与世界的真实有直接的通路。阿奎那早已预见到这种理智主义或唯心主义的批评，并提出了多重回应。首先，他认为种相不同于纯粹的形式，因为其中包含了物质的观念。正是这种共相的物质，使得种相比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非物质形式更接近真实事物本身。换言之，阿奎那的种相并非抽离世界的纯粹理念，而是保留了某种物质的可想性，因此仍然与现实中的具体对象保持着关联。其次，阿奎那强调科学的目标不是认识某一个具体的对象，而是认识某类事物共有的本性与规律。科学知识所追求的是普遍而必要的真理，而非个别偶然的事实。在这一点上，阿奎那的思想与现代科学的精神不谋而合。例如，物理学家并不关心小明从窗外丢下的那颗特定的台球，他们关心的是任何物体在自由落体运动中遵循的普遍规律。因此，对阿奎那而言，人类理智并非限于对观念的自我反思，而是透过种相这一中介，把握现实世界的共享结构。这种知识既超越了感官的个别经验，又避免了陷入唯心的幻象。尽管这些论证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批评的压力，但他们仍无法彻底化解主要的反对意见。为此，阿奎那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区分：被认识的对象与认识所依凭的手段之间的区别。当我们指出所认识的是什么时，例如一只特定的狗，我们是在说明知识的对象；而当我们指出通过什么来认识时，例如狗的表象或种相，我们则是在说明认识的工具或机制。因此，阿奎那强调，被认识之物的种相并非知识的对象本身，它只是使我们能够认识对象的媒介或形式结构。换句话说，理智并不是直接以种相为目标，而是通过种相认识现实的事物。当然，若我们有意反思这一过程，种相本身也可以成为知识的对象，但那是一种二阶的认识，对认识本身的反思。通过这一区分，阿奎那成功地避免了知识对象只是观念的唯心主义陷阱，巩固了他关于人类理智直接面向真实世界的现实主义立场。尽管约翰·邓斯·斯克托接受了亚里士多德抽象论的某些观点，但他并未仅以此为基础来构建自己的人类知识理论。根据他的看法，人类能够确知的事物可分为4类。首先是那些可被绝对认识的事物，其中包括真实的同一性命题，例如西塞罗及图例，以及后来被称为分析命题的陈述，如人是理性的动物。斯克托认为，这类真理与使其为真的事物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它们的真值并非依赖于外部经验或观察，
而是内在的蕴含在概念关系本身之中。这第一类知识体现了斯科托对理性直观与逻辑必然性的重视，标志着他在经验哲学传统中逐步走向一种更严格的理性主义倾向。他的这一观点带来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一个简单真理的否定必然是不一致的，即便它未表现为显示矛盾。例如，命体整体大于其任何部分的否定，虽然不像雪是白的且雪不是白的那样在形式上显得自相矛盾，但它仍然是不一致的，因为正如斯科托指出的，不存在任何可能的情境使该否定命题为真。换言之，对于这类真理，其必然性并非仅仅逻辑上的对立冲突，而是根植于现实与理性结构的不可分割性，它们不可能在任何可设想的世界中被否定。这种见解预示着后来形而上学和模态逻辑中必然真理的概念雏形。第二类知识来自经验，但这里的经验不是一次性的感受，而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反复的、积累的，在无数次遭遇中形成的认识。这种知识依靠归纳，当一种现象在大量相似的情境中由同一种非自由的原因反复出现，我们便推断那是这种原因的自然结果。中世纪的思想家斯科托对这种归纳法充满信心，但这种信心并没有持续太久。到了14世纪，奥特库尔的尼古拉，一位被称为修谟的先生的哲学家，提出了令人不安的怀疑。即使我们无数次看到两种事件总是一起发生，也不能证明它们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换句话说，经验告诉我们，它们常常同时出现，但理性无法保证它们必然相关。因此，他指出，一切建立在因果假设上的推理，其实都缺乏理性上的正当性。第三类知识关乎自我行动。一个清醒的人不需要推理就能确定自己是清醒的，这种确定是直接的、无可置疑的。同样的，我们也无需证明就知道自己在思考、在看、在听或在感受，即使感觉的来源有误，比如感官受损、幻觉干扰，那种正在感受的事实依然真实存在。当我们看到一个圆形的东西，即使它在现实中并不真正圆，我们仍然直接地意识到那份圆润的感觉。最后一类知识来自我们的感官。斯科托似乎并不被怀疑主义困扰，在他看来，感官本身就能带来真实的认知。我们透过眼睛与耳朵认识天上的星辰、脚下的大地、海洋的起伏，以及一切存在于其间的事物。斯科托在认识论上的最大贡献是他区分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认知方式：直观认知与抽象认知。所谓直观认知，是一种直接而确定的觉知，对某个存在的、正在存在的即刻把握。当一个人亲眼看见苏格拉底，他便拥有了对两个命题的直观知识：其一，苏格拉底确实存在；其二，苏格拉底的存在正是这份认知的来源。抽象认知则不同，它是一种从存在本身抽离出来的思考，它不依赖于事物是否真实存在，而是建立在概念、逻辑与推理上的认识。当然，斯科托的理论并非牢不可破，其中不少观点都经不起怀疑主义的考验。比如，他坚信感官经验能带来确定无疑的知识，又主张直观认知本身能保证对象的存在。这些论点在后来的哲学家看来都太过乐观。奥卡姆格威廉这位活跃于13、14世纪之交的思想家，对斯科托的理论进行了彻底的修正。在奥卡姆格威廉看来，直观认知并不一定依赖于对象的真实存在。一个人完全可能拥有看见的觉知，即使那被看见的事物根本不存在。同样的，这种认知也不必由外部对象引起，它可能源自意识自身的运作，一种被显现的经验，而非被造成的事实。当有人问奥卡姆格威廉，直观知识与抽象知识的区别是什么？他的回答简洁的几乎让人意外，他们就是不同。但在这简单的回答背后，奥卡姆格威廉其实揭示了一个关键特征：直观知识是无中介的认知，在这种认知中，知者与被知者之间不存在任何间隔，没有概念，没有符号，也没有推理来介入。奥卡姆格威廉写道：“我说，事物本身被直接的认知，在它与感知或把握它的行为之间没有任何媒介。直观知识不是通过解释去理解世界，而是世界本身在意识中直接显现。”在奥卡姆格威廉看来，直观知识并非单一的，它分为两种：自然的直观和超自然的直观。自然的直观知识发生在事物真实存在的情况下，此时感知的对象确实在场，认知者判断它存在，而这份知识正是由那对象本身引起的。超自然的直观知识则不同，它出现在对象并不存在的时候，认知者判断那东西不存在，而这份认知不再来自外部世界，而是由上帝直接赋予。自然的直观是世界让我们看见，超自然的直观是神让我们看见没有。
奥卡姆格威廉承认，上帝也许会让人以为自己拥有某种直观认知，以为看见了一个真实存在的对象，而事实上那对象根本不存在。但在奥卡姆格威廉看来，那样的经验并不能算作直观知识，只能被称为一种错误的信念。问题是，一旦他承认这种可能性，他也不得不面对一个更棘手的事实：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区分真正的直观与神所造的幻象。就这样，奥卡姆格威廉在努力捍卫知识的确定性时，反而把怀疑的大门彻底敞开。在这一点上，他等于把战场拱手交给了怀疑论者。在奥卡姆格威廉之后，中世纪哲学几乎沿着一条笔直的道路，一步步走向怀疑。14世纪的米雷库尔的约翰，因为提出外部世界无法被确知而被巴黎大学谴责。他认为上帝完全可以让幻觉看起来像真实。既然如此，我们又凭什么断定眼前的世界不是神的幻术？就在这一年之前，奥特库尔的尼古拉也遭到了教宗克莱孟六世的指控。他的立场更加激进，人类能够确定知道的只有2件事：逻辑原则，如同一律与不矛盾律，以及当下的感官经验。除此之外，一切关于外部世界、因果、实体与存在的判断都可能只是幻象。如前所述，他不仅否认因果关系的存在，也否认实体本身的真实。而这一连串的错误，他都归咎于亚里士多德。他写道，在所有自然哲学与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几乎没有得到哪怕2个确定无疑的结论，甚至也许1个都没有。到了这个阶段，怀疑论与对亚里士多德的批判几乎成了同一件事。1367年，意大利诗人比特拉克写下《论我的无知与众人的无知》。在书中，他讽刺地称亚里士多德为最著名的那些并不真正拥有知识的人之一。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神学与科学之间几乎没有区别。所谓科学，是从不言自明的原理中推演出的知识，而神学是从上帝一切原理的源头那里获得的知识。在那样的世界里，理性与信仰并肩而行。但到了14世纪，这条并行的道路开始分叉，神学与科学的思维方式逐渐分离。神学家们开始主张，人类的理性其实极其有限，他们频频援引上帝的全能，用以削弱理性的权威，让理性在信仰面前低下头。于是，取代理性神学的是一种信仰至上的哲学，一种完全建立在信念之上的唯性论。意大利神学家里米尼的格雷戈里正是这一思想转变的典型代表。受奥卡姆格威廉的启发，他主张科学关心的是人类凭借自然手段，也就是感官与理智所能理解的事物，而神学探讨的则是只有通过超自然途径才能触及的真理。因此，神学不是科学，它的任务是阐释圣经的意义，说明信仰条目的内容，并从中推演出结论。但问题在于，圣经的可信性本身就建立在对神启的信念之上。既然如此，神学就缺乏理性意义上的根基。更进一步，既然我们既没有关于上帝的自明知识，也没有任何自然经验能让我们直接认识他，那么人类所能拥有的只是对上帝的一种抽象的理解，一种永远隔着距离的认知。需要强调的是，奥卡姆格威廉与里米尼的格雷戈里并不打算削弱神学的地位，恰恰相反，在他们看来，神学在某种意义上比科学更确定，因为神学的原则来自上帝，而上帝的真理不会出错。相比之下，科学的原则源于人，自然也带着人的局限与谬误。然而，对神学不利的是，到了16世纪，科学的声望开始上升，17、18世纪更是一路飙升。新一代思想家选择依靠理性与经验去独立推导自己的结论，即使这些结论再也没有上帝的权威为他们背书。当神学逐渐对理性失去信心时，那些原本与亚里士多德无关，甚至与神学疏离的思想家，却成了理性的捍卫者。他们接过了求知的火炬，推动了现代科学的诞生。人们往往以为近代哲学家是一群完全世俗化的思想者，但事实恰恰相反。从17世纪初到18世纪中叶，几乎所有伟大的哲学家都在他们的体系中保留了浓厚的宗教核心。笛卡尔在《沉思录》中提出了2种证明上帝存在的方式，并坚称只有建立在对上帝理性信念之上的人，才算真正拥有知识。斯宾诺莎在《伦理学》的开篇同样以一场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作为起点，并由此展开一个关于上帝及自然万物同一的宏大体系。而贝克莱则进一步指出，感官世界之所以恒定稳定，并不是因为物质客观存在，而是因为上帝始终在思考它。人们之所以误以为近代哲学家是世俗化的，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提出的许多认识论原则，虽然本意是为了捍卫宗教理性，但在后来的理解中却被视为削弱了信仰的合理性。托马斯·霍布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与中世纪的主流观点不同，霍布斯认为信仰的命题并不属于理智的范畴，而属于意志的领域，一种决定去相信的行为。就是说，宗教命题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他说了什么，
而在于它被如何使用。当人们宣告一条宗教信条时，他们并不是在陈述一个关于世界的事实，也不是在等待理性去证明或反驳它，那是一种表达敬意与服从的行为，向上帝致敬并顺从宗教权威的命令。在这样的体系中，理解已不再是必要条件，即使一个人并不真正明白那些话的含义，只要把它说出口，信仰的功能就已经完成。1690年，约翰·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进一步削弱了宗教命题的理性地位。在他看来，一切信仰命题都必须服从理性的审查。首先，理性有权限制所谓神启的内容。如果一条信仰命题中存在逻辑矛盾，那么它就不可能来自上帝。其次，洛克认为任何启示都不能包含超出感官经验的观念。既然所有知识都源于经验，那种眼未见、耳未闻、心未想的启示便无法被理性接受，哪怕是圣保罗的见证，也不能凌驾于经验与逻辑之上。在洛克看来，理性优于信仰的另一个关键之处在于，感官经验与理性知识的确定性永远高于任何所谓的启示。当我们亲眼看见一个人已经死去，就不可能再通过启示得知他此刻依然活着。同样的，数学与科学中的理性证明也不可能被神启所推翻。一个矩形的内角总和是360度，任何与之相悖的启示都没有可信的理由。洛克写道，凡是与清晰而自明的理性判断相抵触的事物，都不配被视为信仰。那么，在整座人类信念的大厦里，信仰还能占据怎样的空间？在洛克看来，他与或真或假的命题住在同一个房间里，这些命题属于理性无法确证，但也无法否定的那一类真理。洛克称它们为可能的真理。这类真理有两种，一种涉及可被观察的事实，另一种则超出了感官所能触及的范围。比如，凯撒渡过了卢比孔河和耶稣在水面上行走，都属于第一类，因为他们描述的事件理论上是可以被目击的，而热是由无形微粒的摩擦产生的，以及天使存在则属于第二类，因为他们指向的是感官永远无法直接验证的对象。表面上看，洛克把宗教与科学放在同一逻辑框架中，似乎是在为信仰争取一席之地，但事实上结果恰恰相反，因为在洛克看来，理性才是最终的裁判。他写道，理性必须判断某事是否真的是神的启示，而在一切事物中，理性都必须是我们最后的法官与向导。洛克试图通过这句话让理性与启示彼此和解。他称理性为自然的启示，而启示则是被上帝扩展了的新理性。然而在随后的200年里，理性一次又一次地做出了判决，那些被称为启示的内容既不具备科学的资格，也不具备知识的地位。尽管早期近代哲学中仍充满着强烈的宗教色彩，尤其是18世纪中叶以前的思想家们，但在后来的发展中，人们的注意力逐渐转移了。到了当代，大多数认识论哲学家已经不再关心那些带有神学意味的问题，他们关注的是思想中纯粹世俗的部分，理性如何运作，经验如何确证，知识的边界在哪里。因此，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也将把焦点放在这些与宗教无关的思想核心上。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在《天体运行论》中提出，地球并非宇宙的中心，而是围绕太阳旋转。这个理论在当时掀起了一场认知地震。震撼的理由有2个。首先，它直接违背了人类的感官经验。在我们的直觉中，太阳每天升起落下，而地球似乎静止不动。哥白尼的观点颠覆了这种直观，让人们开始怀疑，或许我们平日所谓的常识，其实只是一种温和的迷信。其次，他的理论与圣经的宇宙图景相冲突。创世纪中说，地球是上帝创造的中心，万物环绕它而生。但如果哥白尼是对的，那么圣经就不再是科学意义上的真理之书。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带来的震撼，并不亚于哥白尼。他的望远镜仿佛打开了一扇通向真实宇宙的窗口，却也让人看清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我们肉眼所见的世界，并不等于真实的世界。那曾经被视为可靠的直接经验，在望远镜的镜片下暴露出错觉与局限。月亮并非完美光滑，行星并非恒久不变，甚至连星空的秩序也与人类眼中的截然不同。更让人震惊的是，伽利略用数学去描述运动、坠落与轨迹，发现感官经验中那些丰富的色彩与质感，其实都与知识无关。我们感觉到的未必能让我们理解。伽利略还提出了另一个同样颠覆常识的理论，他区分了第一性属性和第二性属性。在他看来，物体真正拥有的只是第一性属性，形状、数量、运动，这些可以被数学描述，可以被理性测量，因而属于事物本身。至于颜色、气味、味道、声音，那些我们以为存在于世界的东西，其实只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中。红色不在苹果里，香气也不在花朵中，它们存在于人，存在于感知者的心灵。现代科学的崛起
以及怀疑主义的复兴，共同塑造了笛卡尔的思想背景。笛卡尔相信人类是有可能获得确定知识的，他也坚信科学终将让人类成为自然的主宰。但与此同时，他清楚地意识到，怀疑不是愚蠢的否定，而是一种必须回应的挑战。科学让我们看到世界的规律，却也让我们开始怀疑那些所谓知识的根基是否真的稳固。笛卡尔决定正面迎战，他相信只有他能为这场怀疑找到最终的答案。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笛卡尔以极端的方式描绘了怀疑的挑战。他设想，也许有一个恶意的天才，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正不断欺骗着他，让他以为世界存在，以为自己在看、在听、在思考。如果一切感知都可能是幻觉，那他还能确定什么？笛卡尔从这个黑暗的假设出发，一步步逼近一个无法动摇的事实：如果我被欺骗，那我就在被欺骗这件事中思考，而只要我在思考，我就存在。于是他得出了那句哲学史上最著名的结论：我思故我在 ，cogito ergo sum。笛卡尔把知识的来源分为两种：直觉与推演。直觉并非感官的直觉，而是一种心灵的直接看见，一种无中介的把握。当他意识到自己正在思考时，这种觉知本身就带着不可怀疑的确定性。他直观地看到，我在思考这件事儿必然是真的。乍看之下，那句我思故我在似乎是一种推论，好像存在是从思考推出来的。但笛卡尔后来在反驳与答辩中明确指出，这并不是推理的结果，而是直觉的洞见。我在与我思并不是前后因果，而是同一瞬间的自明真理。如果人类所能确定的只有我在思考与我存在，那我们的知识将显得极其贫乏。于是笛卡尔决定走出这座孤独的自我之岛，去重新建立一座通往世界的理性大厦。他尝试证明上帝确实存在，而知识的标准是对事物拥有清晰而明的观念。他主张心灵比身体更容易被认识，因为思想是直接可知的，而物质的本质不过是延展，一种可以在空间中被度量的存在。最后，笛卡尔希望通过这些推论重新确认，他曾经相信的大多数事物其实仍然是真实的。但不幸的是，笛卡尔的推论并没有说服太多人。他试图用理性证明一切，却在理性之中陷入了一个无法自救的圈套。后人称之为笛卡尔循环。笛卡尔之所以认为自己的知识可以超越我思故我在，是因为他相信凡是被清晰而明的感知到的都必然是真的。然而，这一信念本身的可靠性又依赖于他对上帝存在的证明，因为只有当上帝存在并且不欺骗他，笛卡尔才能相信那些清晰而明晰的观念是真实的。可问题是，他证明上帝存在的过程又正是建立在这些清晰明晰的观念之上。理性环绕自身，像一条咬住尾巴的蛇。如果上帝的存在尚未被证明，笛卡尔就无法确定自己在论证中没有被欺骗，没有出错，那他就不能真正知道自己的证明是可靠的。而如果他连这点都无法确定，那他又凭什么确信自己知道的比我存在更多？在笛卡尔之后，哲学界出现了一道新的分界线。理性主义者认为，人类知识的最终源头是理性，只要思维足够清晰，推理足够严密，真理就能从思想中被抽取出来。而经验主义者则反驳说，理性不是泉源，只是容器，知识的水并不从心中涌出，而是从经验流入。以约翰·洛克为代表的经验主义者主张，一切知识都始于经验。人出生时并没有所谓的先天观念，心灵不过是一块空白的石板，世界在其上留下印记。对笛卡尔以及后来像莱布尼茨这样的理性主义者来说，先天观念的假说是必不可少的。他们认为，如果人类的心灵从一开始就是一张空白的纸，那我们又如何解释那些并非来自感官却人人共有的观念？比如数的概念，我们看得见石头、树叶、星星，但2或3本身从未在世界的任何角落出现过。又比如那条似乎写在理性深处的法则，一切事件都有其原因。这些观念不像是由经验拼凑出来的，更像是思维本身的结构。它们不被世界给予，而是世界被他们理解。洛克认为，理性主义者的那套说法其实毫无说服力。他主张，除了那些毫无意义的琐碎观念外，我们的一切想法、概念与知识都能在经验中找到来源。但洛克并没有正面攻击先天观念的学说，他的策略更微妙，不是去摧毁它，而是去证明它根本不需要存在。就像修理一部复杂的机器，洛克并没有锤子，他用的是剃刀，那是后来哲学家所称的奥卡姆剃刀的精神。凡是多余的假设就该被剃掉。在洛克看来，经验并不是单一的，它有2种来源。第一种来自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观察，也就是感官经验，我们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去认识物体、颜色、声音与形状。第2种则来自我们对自己心灵活动的观察，洛克称之为反思。这种经验没有确切的日常词，它指的是我们意识到自己在感知、在思考、在怀疑、在相信、在推理、
在认识，在意愿。感官让我们看见世界，反思让我们看见自己。在洛克的体系中，知识是由观念构成的。所谓简单观念，就是心灵最初直接感知到的内容，它要么来自感官，要么来自反思，这是经验进入意识的第一个瞬间。比如一个颜色、一种气味、一种柔软或冰凉的触感，这些简单观念就像思维的原子，本身不能再被分解。而当心灵开始把它们组合、对比、重复时，就产生了复合观念。比如我们说苹果，其实是由颜色、形状、气味、触感等一连串简单观念拼合出来的复合图像。更进一步，当心灵从具体事物中抽取出共同特征，让某一个苹果的观念成为一切苹果的代表，那便是抽象观念的诞生。在洛克看来，所谓事物的性质，其实就是它引发我们心中某种观念的力量。举个例子，当我们说红这个词，其实有两层意思，它既可以指我们心中对红色的感受，也可以指物体内部那种让我们产生这种感受的特性。在这点上，洛克追随了伽利略的区分，他把性质分成两类，原质和次质。原质是那些存在于物体本身的属性，形状、大小、数量、运动。当我们感知这些时，心中的观念与物体的真实状态是一致的。而次质则不同，像颜色、气味、味道、声音，它们并不属于物体本身，而只存在于感知它们的心灵之中。换句话说，原质与它在我们心中引起的观念是相似的，它们彼此对应。这些原质包括坚固性、延展性、形状、运动或静止以及数量，而次质则只是这些原质以某种方式组合排列之后，在我们心中引发的感官效果。比如消防车的红并不在消防车本身，那只是光线作用于我们视觉后的结果，但它的坚固，也就是那种有分量、有体积的实在感，确实属于它自身。又如玫瑰的香气并不真的存在于花朵里，那是花瓣分子与我们的感官互动后在意识中生成的感觉。但玫瑰的延展性，它的形状与空间占据，则确实存在于花朵之中。在人类理解论第4卷中，洛克正是给出了他对知识的定义：知识是心灵对观念之间关系与契合或不契合与矛盾的觉察。人话就是我们所谓的知道，其实是察觉到两个观念之间的连接或对立。在这种意义下，洛克认为知识可以分为3种层次。第一层是他称为直觉知识的部分，这是一种最直接、最确定的认知。心灵在没有任何中介的情况下，立刻看出两个观念之间的关系。比如，当我们明白白不同于黑或圆不是方，这并不需要推理。心灵立刻就看见了它们的不相容。这种认知不依赖证明，它像光一样，一出现就让一切显而易见。但后来洛克进一步指出，我们对自身存在的认识同样属于直觉知识。当一个人意识到我在思考，他就立刻知道我存在。这种确定性不来自推理，而是一种直接的照见。正如奥古斯丁曾经说过的那样，真理像光一样显现。洛克也借用了这个隐喻，他说，当心灵觉察到自己的存在时，他立刻被一种清晰的光充满，正是这种光支撑着我们所有知识的确定与明证。知识的第2个层次是洛克所说的论证知识。当心灵要判断两个观念之间的关系，但无法像白不是黑那样直接看清时，他就需要一个中介的观念来帮助我们连接两者。这种知识并非直接闪现的直觉，而是通过推理、证明和逻辑的桥梁建立起来的。就像在数学证明中，结论与前提之间的关系要靠一连串中间步骤与逻辑法则来支撑。因此，洛克认为，论证知识虽然也具有确定性，但它的确定性不如直觉那样纯粹，因为在推理的过程中，我们需要集中注意力，逐步验证，确保没有一步出错。知识依然清晰，只是光线不再直接照耀，而是透过层层折射。知识的第3个层次是洛克所说的感知知识，这一层大致相当于斯格托的直观认知，也就是我们对外部有限事物此刻存在的感知。当我们看到一棵树，听到一阵风，或触摸到石头的冰凉，我们便获得了这种感知性的知识，它告诉我们这件东西此刻就在这里。然而，洛克并不认为这是一种最确定的知识。与直觉知识或论证知识相比，感知知识要不那么可靠，因为感官可能欺骗我们，知觉也可能被幻象扰乱。它虽能把我们带向现实，却仍留下一道模糊的缝隙。在确定的知识之后，洛克认为最接近知识的便是豁然性。他将豁然性定义为观念之间似乎一致或似乎相悖的表象，就像知识一样，豁然性也有不同的层级，其中最高的一种属于那些在所有时代、所有民族中几乎被人类普遍承认的命题。洛克或许想到的正是他同时代人几乎一致相信的命题：上帝存在。他也明确提到，关于因果关系的信念同样属于这种具有高度豁然性的判断。在豁然性的层级中，仅次于普遍共识的是那些虽非放诸四海皆准，
却多半如此的命题，例如人们往往更关心自己的私利而非公共利益。这类命题通常来自历史的观察，不是逻辑推演的结果，而是时代与人性不断重复的印证。再往下，概率更低的层级属于关于具体事实的陈述，比如很久以前有一个名叫尤利乌斯·凯撒的人，但麻烦在于历史的证词常常相互冲突，不同的叙述，不同的见证，让真相像被雾气包裹的风景，隐约可见却难以确证。而洛克坦言，没有任何固定的法则能教我们如何在这些纷争中判定哪一方更可信。或然性所触及的范围并不止于我们能感知的世界，它同样关乎那些超出感官经验的存在，天使与恶魔，磁力与分子。在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事物上，我们依然谈论可能与可信，依然用理性去丈量信念的分量。之后经验主义思想的发展在乔治·贝克莱那里迎来了一个新的转折。在他的代表作《人类知识原理》中，贝克莱提出了一个大胆的主张：世界上除了观念与心灵，别无他物。他把观念分为3类，第一类来自感官经验，对应洛克所说的感知中的单纯观念；第二类来自我们对自己心灵活动的觉察，比如情绪、意志、思考，这相当于洛克的反思观念；第3类则源于我们对这些观念的组合、分解与再表征，它们构成了复合观念。在贝克莱的思想中，心灵是一种单一、不可分割却充满能动性的存在，它的活动有2种形式：理解与意志。理解是心灵在感知观念，意志则是心灵在创造观念。于是，那些看似坚实的桌子、椅子、山川、星辰，在贝克莱眼中其实都只是一组感官观念的集合，而观念不可能存在于心灵之外。这意味着桌椅之所以存在，只因为有人在感知它们。换句话说，离开了被感知的瞬间，世界也随之隐退。贝克莱用一句拉丁文概括了这一切：存在即被感知。Est percipi。 那句老生常谈的问题，如果一棵树在无人听见的森林里倒下，它会发出声音吗？其实灵感正是来自贝克莱的哲学。当然他从未这样提问，但他确实面对过同样的质疑：当没有人在场时，世界是否仍然存在？贝克莱的回答有几个层次。他有时会说，那张空房间里的桌子，如果有人进入就会被感知，可这只是条件句，他说明了若被看见则存在，却没回答未被看见时是否仍然存在。他给出的根本回应是，即便没有任何人类在感知，依然有上帝在感知。正是上帝的思维让那张桌子、那棵树、那片天空在无人注视的时刻依旧存在。乍一听，贝克莱的学说确实让人感到离奇，万物皆为观念。可在他看来，这并不是颠覆常识，而是揭示常识背后的真相。当我们说颜色、声音、树木、狗、桌子都是观念，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存在，恰恰相反，这只是说明我们终于在描述它们真正的存在方式。即使我们说动物与家具只是观念，这也不代表它们是虚幻的、透明的或脆弱的幻影，因为坚硬、厚重、持久这些感觉本身也都是观念的一部分。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贝克莱给出了一个极其简洁的逻辑论证，一个3段论。第一，物理的东西，比如树、狗、房子，是我们通过感官所感知的事物。第二，一切被感官感知的事物其实都是观念，因此物理的东西也不过是观念。如果有人反驳说我们感知到的是事物本身，不是观念，贝克莱会平静地回应，没有观念就没有感知，所谓事物本身根本无法脱离观念而被谈论。他认为感官并不是通向外在世界的窗口，而是意识展开自身的方式。与洛克不同，贝克莱不相信在观念背后还存在某种隐藏的实在或心灵之外的物质。在他看来，物质世界这个说法本身就没有清晰的意义。贝克莱的理论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论：洛克区分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的做法其实是假的，因为延展、形状、运动、静止、坚实和绿色、嘈杂、苦味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它们全都是观念。我们只是习惯性的把前者当成真实，把后者当成感觉。可在贝克莱看来，所谓真实与感觉不过是一体两面。更进一步，物质这个概念本身也是矛盾的。哲学家说物质是一种不被感知的延展与形状，可延展与形状若真是不被感知的，那它们又如何成为观念？既然一切延展、形状、运动都只能通过感知存在，那么所谓脱离感知的物质根本无法存在。当然，贝克莱的主张其实并不新奇，从奥古斯丁到阿奎那，再到笛卡尔，许多基督教哲学家都相信，上帝不仅创造万物，也通过思念让万物持续存在。如果上帝有一瞬停止思考某个被造之物，它就会立刻消失。贝克莱拒绝了洛克的第一性质与第二性质之分，
也否定了物质的存在，但它依然保留了洛克的一部分信念：心灵是真实的实体，因果是一种隐藏的力量。然而，接下来登场的哲学家大卫·休谟将把这最后的依托也彻底推翻。休谟将一切心灵活动统称为知觉。而知觉又分为两种：印象与观念。印象是那些以最强烈、最生动的方式呈现在我们心中的感受，比如看到红色、听到声音、感到疼痛或情绪的波动，它们带着一种力量和鲜活的冲击。观念则是这些印象的微弱回声，是印象在心灵中留下的淡影。印象是被感受的，而观念是被思考的。休谟认为，这种区别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几乎无需解释。不过，他也承认，在极少数情况下，比如做梦、发烧或陷入疯狂时，观念可能会带上印象般的强度，而某些印象也可能变得如观念那样微弱。但这样的情形毕竟罕见。不过，休谟关于印象和观念的区分，其实存在着他本人并未察觉的问题。举个例子，愤怒这一印象，也就是愤怒的真实体验，带有一种确定的、难以混淆的特质和强烈的情绪力量。然而，愤怒的观念，也就是对愤怒的思考或回忆，并不是那种较弱的愤怒体验。想一想，愤怒这个概念，并不会让人真的陷入愤怒，正如思考幸福也不会让人立刻感到幸福一样。因此，愤怒的印象和愤怒的观念之间，并不仅仅是强度的差别，而是性质的不同。而这一点，休谟的理论似乎并未真正解释清楚。休谟认为，一切知觉，无论是印象还是观念，都可以分为两种：简单的和复杂的。简单知觉是那些无法再被拆分或区分的最基本心灵内容，而复杂知觉则是由若干简单知觉组合而成的整体。举个例子，当我们感知一个苹果时，这个苹果的知觉其实是复杂的，因为它包含了若干简单的元素，比如特定的形状、颜色、质地和气味。值得注意的是，在休谟看来，每一个简单印象都对应着一个简单观念，二者唯一的差别就在于力量和鲜明度，印象更强烈、更生动，观念则较为微弱、暗淡。因此，就像红色的印象对应着红色的观念，两者在内容上完全相同，只是在心灵中呈现的力度不同而已。这一点构成了休谟经验论的基础。所有观念最终都源自印象，心灵的思维活动只不过是对这些经验元素的重新组合。不过，这种印象与观念一一对应的关系，并不普遍适用于所有的复杂知觉。虽然我们可以说，苹果的复杂印象与苹果的复杂观念之间存在某种对应，但并非所有复杂观念都能在现实中找到相应的影响。举例来说，飞马或独角兽的观念就是由人们组合已有观念而成的复杂观念，它们并没有现实的印象作为依据。换句话说，世界上并不存在这样的对象，因此也就没有与之相对应的印象。同样，我们也无法拥有一个罗马全景的单一复杂观念，因为我们的心灵从未一次性地感受过这样一个宏大的整体印象。这说明，虽然所有简单观念都必须源自印象，但复杂观念却可以通过心灵的组合与构想形成，哪怕这些组合在现实中并不存在。这正是休谟解释想象、虚构与创造力的重要前提。由于每一个简单观念的形成都必然以相应的简单印象为前提，而每一次对简单印象的体验又总会被随后的简单观念所跟随，因此休谟得出结论：简单印象是相应简单观念的原因。换句话说，我们之所以会有某种观念，是因为先前曾经感受过与之对应的印象。印象先行，观念随后，观念不过是印象在心灵中的一幅淡化的复制品。这正是休谟经验论的出发点之一。他认为人类心灵中没有天生的观念，一切内容都来自经验，先有感受，后有回忆与思考。这一原则后来被称为印象来源原则。休谟认为，印象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感官的印象，另一种是反思的印象。关于前者，休谟说的极少，他只是指出感官印象最初从灵魂中升起，其原因我们并不知晓。也就是说，热与冷，光与暗，痛楚与愉悦，它们的最初起点是神秘的。至于反思的印象，则是经过一系列更为复杂的心灵活动而生成的。首先，我们体验到热与冷、饥与渴、苦与乐的感官印象，接着心灵在这些印象之上形成相应的观念，关于热，关于渴，关于快乐与痛苦。最后，当我们回想并反省这些观念时，又会产生新的印象，欲望与厌恶，希望与恐惧。由此，休谟揭示出一种心灵的循环，感官的体验点燃了思想的火花，而思想的反省又反过来激起情感的波澜。人类的想象力似乎拥有无穷的自由，它能随意拼接、分解、重组各种观念。然而，我们的思维并没有陷入完全的混乱，相反，它总是沿着某些规律性的轨道运行。休谟提出，这种规律来自于心灵的三种联想原则：相似、毗邻、因果。当我们想到一个观念时，心灵往往会自然跳向与它相似的另一个，
想到红会联想到粉与白，想到狗又想到狼与郊狼。第二个原则是毗邻，我们总倾向于把时间与空间上相近的事物联系在一起，提到房屋便想到窗，提到宴席便想到笑声。而第三个也是最深刻的原则是因果，我们的大脑习惯将某些观念成对绑定，火与烟，父母与子女，疾病与死亡，这些联想并非理性的推论，而是心灵的本能。它们像看不见的线，在意识的暗流中牵引着我们的思绪，让思想的流动呈现出一种近乎秩序的幻象。修谟把相似性原则又用来解释另一个更深的问题：人类的一般观念究竟从何而来？他认为，世界上其实并没有所谓的抽象观念，所有的观念都源于具体的经验，都带着独一无二的细节与形象。所谓抽象，不过是一种心理的错觉。当我们说出人类这个词，脑海里并不会出现一个模糊的无特征的人，我们想到的也许是一张具体的脸，某个姿态，某种声音，某个瞬间。那为什么这个具体的人却能代表整个人类？修谟的答案是因为相似，这个具体的形象会自然地让我们联想到其他相似的形象，一个又一个不同的人在心中形成一连串的回响，于是这个特定的印象就成了一个通往整体的入口。它不是抽象的，却能唤起普遍的。修谟说，所谓一般观念，只是那些能引发相似联想的具体观念。人类的理性并不超脱经验，它只是记忆与相似在心灵中编织出的幻想。在修谟看来，人类的心智能够理解的真理其实只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关于观念之间的关系，第二种是关于事实世界的陈述。观念的关系是我们可以直接看见的真理，它们或是显而易见的，或能通过逻辑推演得出，比如 A 就是 A，B 与 C 相似， D 比1大。这些命题不依赖世界的变化而变化，它们的真伪可以在思维中被直观的把握。如果一个命题为真，那么它的否定一定是自相矛盾的。这类真理构成了数学与逻辑的基础。正因为如此，修谟认为算术与代数是人类知识中最确定的部分，在他们的世界里，没有偶然，只有必然；没有经验的误差，只有理性的明晰。不过，在人性论时期，修谟对数学的各个分支并不一视同仁。他认为几何学的确定性不如算术与代数那样绝对，因为几何的原始概念点、线、面都来自感官的经验，而一旦牵涉到感官，就不可能拥有绝对的确定性。但后来，修谟改变了看法，在人类理解研究中，他重新把几何放回到理性科学的高台之上，与算术、代数并列为纯粹思维的领域。在他眼中，这些学科的真理不依赖世界的偶然，而源于心灵的逻辑结构。与观念的关系不同，事实的命题只能通过经验来认识，而在所有关于事实的命题中，最重要也最关键的就是那些涉及因果关系的判断。比如我们说火会带来热，或者一个正在运动的台球会让另一颗静止的台球也动起来。这些听上去理所当然的陈述，其实都暗含着一个巨大的假设：某种事物会必然地引发另一种事物。但问题来了，我们究竟是怎样通过经验知道一个东西会导致另一个？又是什么样的经验能让我们理性地证明这种必然联系？火焰真的包含了热的原因吗？还是我们只是习惯性地把两者连在一起？修谟在这里要做的正是撕开这个理所当然的信念，让人们直视那种潜藏在日常思维背后的不确定。也许所谓因果从来只是经验的幻觉。在人性论中，修谟仔细拆解了因果这个我们日常最熟悉却最不被质疑的概念。他说，当我们宣称某物导致了某物，其实背后包含了3个隐藏的成分。第一，毗邻，也就是时间与空间上的接近。火焰和热气必须相邻，球与球必须相撞，我们才会感到它们彼此有关。第二，时间的先后，原因总在结果之前，火先燃烧，热才蔓延，力先作用，运动才发生。而第3个，也是最神秘、最关键的部分，必然联系。我们之所以称一个事件为原因，不仅因为它在另一个事件之前发生，也不仅因为它们总是同时出现，而是因为我们相信前者之中蕴含着让后者必须发生的力量。这种必然的感觉正是因果信念的核心。但修谟要问的是，这种必然性究竟来自世界，还是仅仅存在于人心？前2个成分毗邻与先后，它们的来源并不难解释。在过去的经验里，我们一再看到这样的场景：一个移动的台球撞上一颗静止的球，随后那颗静止的球立刻动了起来。在所有这些经验中，撞击总是先于运动，从不反过来。这就是我们经验所告诉我们的全部。但那个更深的成分呢？当我们说撞击导致了运动，
我们心中总会多出一种感觉，仿佛撞击中蕴藏着一种必然的力量，它迫使第二颗球必须运动。可是修魔问，这种必然性我们真的看见过吗？我们看到过两个球相撞，看到过一个球动，另一个随之而动，但我们从未看见那股神秘的必然力量。经验能告诉我们事实的相继，却永远无法展示因果的必然。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没有必然联系这个观念，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去相信眼前正在发生的一个原因会在未来产生某种尚未出现的结果，也没有理由相信眼前的某个结果是由过去某个未被我们看见的原因造成的。为什么呢？因为即便我们过去曾多次看到原因与结果总是相邻有序的出现，这也无法逻辑的推出未来还会如此，现在依旧如此。换句话说，过去的相继并不能保证未来的必然。这样的推论其实只有在一个前提成立的情况下才可能被认为是合理的，那就是我们尚未经历的事例必须与我们已经经历过的事例相似，自然的运行总是保持一致。听起来似乎合理，但问题在于这个前提本身也需要被证明，而任何试图去证明它的努力最终都难逃一个循环论证。比如说，有人或许会这样辩护，我们之所以可以相信未来会像过去一样，是因为在过去未来确实总是像过去一样。但请注意，这正是在用过去的经验去证明未来的经验会相同，他预设了自己要证明的结论，也就是说，这样的论证是自我循环的，它根本不能为自然的恒常性提供真正的理由。面对这个难题，休谟给出了一种他称之为怀疑性的解决方案。他认为，我们之所以会拥有必然联系的观念，并不是因为在外部世界中真的观察到了某种必然性，而是因为在我们的心灵中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心理感受。当我们反复看到某两个事件，比如一个运动的台球撞上另一颗静止的台球，并且每一次撞击之后，静止的球都会动起来，这种持续的经验让我们的心灵逐渐形成了一种习惯性的期待。于是，当我们再一次看到第一颗球运动时，心中便自动的、不由自主地联想出第二颗球即将被撞动的情景。这种被习惯的力量所推动，仿佛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带着走的感觉，就是休谟所说的心理的决定感。而正是这种被带动的主观印象，成为我们心中必然联系这个观念的真正来源。休谟之所以称自己的解释为怀疑性的解决方案，是因为虽然他成功说明了必然联系这一观念从何而来，但他并没有让我们的因果推论变得更理性。他告诉我们为什么会去相信因果关系，却无法证明这种信念在逻辑上是合理的。我们之所以相信某个事件会引发另一个事件，并不是因为理性推理出了必然性，而只是因为过去的经验反复让我们习惯性的看到它们连在一起。因此，我们关于未来结果和过去原因的一切信念都不过是心理习惯的产物，而不是理性推论的结论。也正因为如此，引导我们生活的伟大力量不是理性，而是习惯。自柏拉图以来，实体一直是哲学中最基本的概念之一，它被理解为其存在不依赖于任何其他事物的东西。在洛克看来，一个对象的实体就是那种隐藏的机制，是所有性质赖以存在并附着其上的根基。然而，休谟的重要性恰恰在于他拒绝了这一概念。忠于他的严格经验主义，休谟认为，如果实体的观念真的对应某种真实的东西，那它就必须来源于经验。可是，我们究竟能有什么样的经验，能让我们直接感知到实体本身呢？按照那些拥护实体概念的哲学家们自己的定义，所谓实体是在对象各种性质之下支撑它们的东西，它存在于可感性质的背后，因此原则上是不可被观察到的。休谟据此得出结论：我们根本没有任何实体的观念，它与一组特定性质的集合并无区别。当我们谈论或推理所谓的实体时，实际上只是在谈论一堆彼此关联的感觉特征。在他看来，那些早期哲学家以为是真实存在的实体，不过是由想象力把若干简单观念结合在一起，并赋予它们一个统一的名字罢了。就像黄金，它并不是某种隐藏在性质之下的实在东西，而只是我们观念中关于黄色、可断、可溶等等特征的集合体。甚至连心灵或自我，在休谟看来，也不过是一对由各种知觉拼成的集合体。这些知觉因为彼此之间存在某些关联，就被我们误以为属于一个单一而持续的自我。但那种统一与恒常只是想象的产物，并不真实。这个结论对个人同一性的问题影响巨大。洛克曾试图通过记忆来解释同一个人是什么，而休谟则更彻底。如果所谓的心灵只是知觉的集合，那就根本没有一个持续存在的主体，在昨天、今天、明天之间保持不变。因此，说昨天感受痛苦的那个人与今天在思考的我是同一个自我，在严格意义上是没有意义的。换言之，我们并不存在一个真实的自我，只有一连串不断流动的知觉，像瀑布一样
瞬息万变。唯心主义通常被定义为这样一种观点：一切存在的东西都是心灵或者依赖于心灵而存在。但康德并不完全属于这种意义上的唯心主义者，他提出的是一种更复杂、更深刻的理论——先验唯心论。在康德看来，我们的科学知识并不是单纯来自感官经验，也不是完全由理性推导出来的，它是感性与理性共同作用的结果。换句话说，每一次经验都是外在的感觉材料与心灵的形式与结构相结合的产物。这些由心灵提供的形式包括空间与时间，它们是我们感知任何物体的必要条件。同时，还有一些极为普遍的概念结构，使得我们的经验能够被理解、被组织。因此，我们所认识到的世界并不是事物本身，而是事物经过心灵加工后的样子。这就是康德所谓的先验唯心论的核心思想。康德认为，当我们对经验做出判断时，心灵并不是被动地接受感官材料，而是主动地赋予经验以结构与秩序。在这一过程中，心灵会把经验的内容纳入一组先天的概念框架中，这就是康德的纯粹知性概念。这些概念包括一性、多性、全体、实在、否定、限制、固有与依存、因果与结果、相互作用，以及可能性、存在、必然性。正是这些先天的概念，让我们能够把杂乱的感官印象组织成一个有秩序的世界。举个例子，当我们看到一个球撞击另一个球，我们不仅看到两个相继的事件，还自然地理解为前者导致了后者。这种因果性的概念并不是来自经验本身，而是由心灵主动加诸于经验之上的结构。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能在世界中看到因果，是因为我们的心灵已经以因果的形式去理解世界。康德在这里回应了休谟的怀疑。休谟说，因果并不存在于世界中，它只是心灵的习惯。康德则反驳道，没错，因果确实不在世界里，但正因为它在我们心里，我们才得以有世界可言。虽然康德被称为先验唯心论者，但他并不认为一切存在都只是心中的幻影。在他看来，确实存在一个独立于人类心灵之外的世界，只是我们永远无法真正认识它。这个世界由所谓的物自体组成，它不在空间之中，也不在时间之中，它们不会发生因果关系，也无法被任何经验触及。物自体是存在的，但它永远在我们的认知边界之外。康德坚持这一点，是为了与贝克莱彻底的唯心论划清界限。贝克莱说，世界只是被感知的心灵现象，没有被感知的对象，就没有所谓的世界。康德认为这种看法太过极端，他写道，若有表象，必有所表，没有被显现的东西，就谈不上显现本身。因此，康德的哲学像一座两岸之间的桥，一边是经验世界，我们能认识、能科学研究的领域，另一边是物自体的世界，真实存在却永远不可知。我们活在桥的这一边，面对的是现象，而非真相本身。但也正因为如此，人类的理性才永远有探索的方向。康德的理论颠覆了传统哲学中心灵与世界的关系。在他之前，人们普遍认为知识来自经验，心灵只是被动的去反映外部世界。但康德提出了一个惊人的想法，不是心灵去适应世界，而是世界要符合心灵的条件才能被我们认识。也就是说，我们所能认识到的现实，其实是由人类的感官形式与理性结构所塑造的。世界在进入我们的认知之前，已经被过滤过了。康德把这种思想上的转变比作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就像哥白尼让太阳取代地球成为宇宙的中心一样，康德让人类的理性取代了客观世界，成为认识的中心。从此，哲学的重心从世界是什么，转向我们怎样认识世界。这就是康德革命的意义，他让认识者本身成为哲学的宇宙中心。在康德看来，人类的知识命题可以分为3种类型。第一种叫做先天分析命题，比如所有单身者都是未婚的，或者所有正方形都有4条边。这类命题只是通过分析概念本身就能知道真伪，不需要任何经验。第二种是后天综合命题，像猫在垫子上，今天正在下雨。这种知识来自经验，要靠观察世界才能判断真假。但最让康德着迷的是第3种先天综合命题，比如每一个事件都有原因。这样的命题不是从经验中得来的，却又能告诉我们关于世界的新知识。它既不是逻辑必然的定义，也不是纯粹的经验事实，它是人类理性主动赋予世界的结构，是我们认识经验世界的先决条件。在康德看来，正是这种先天综合知识构成了数学和科学得以成立的基础。在康德看来，先天综合命题之所以特别，就在于它的谓词并不包含在主词的意义之中，但我们却能够独立于经验知道它是真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命题反映的不是世界本身的结构，而是人类感
性形式所施加的条件。康德认为，任何成为经验对象的事物都必须被我们经验为有原因也有结果的东西。换句话说，因果性并不是从经验得出的，而是经验得以成立的前提。他自己也说过，他的先验唯心论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先天综合命题如何可能？也就是说，康德要揭示人类理性如何为经验世界提供秩序、法则与必然性。由于人类只能在空间与时间的框架中经验世界，并且只能在因果律的支配下认识事物，康德认为我们在理论上，也就是在科学的层面上，根本无法认识那些超出经验范围的存在。因此，像上帝、自由意志、灵魂不朽这样的概念都不可能成为科学知识的对象。然而，康德并没有因此否定它们的意义。他指出，这些观念虽然无法被证明为真，却是我们必须相信的，因为唯有在假定上帝、自由与灵魂永存的前提下，人类才能把自己理解为具有道德责任与理性目的的存在者。换句话说，他们并不是知识的对象，而是道德信念的必然条件。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他的思想以深奥著称。黑格尔的认识论内容极其复杂，几乎无法在短短一篇文章中得到充分概述。然而，他对早期哲学，尤其是近代认识论所提出的批评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正是这些批评标志着现代哲学时代的终结，并为之后的思想转向铺下了关键的道路。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批评了传统的经验主义认识论。经验论者通常认为，人的心灵在经验中至少有一部分感官内容是被直接给予的，也就是说，这些经验的内容可以被心灵直接把握，无需概念的介入。但黑格尔坚决否认这种看法，他主张不存在所谓的直接领会或无媒介的知识，一切认识都必然是经由概念的。尽管康德也认为经验知识离不开概念以及心灵所赋予的空间与时间形式，但在黑格尔看来，康德依然过分强调了经验中被给予的部分，仍然让感性材料占据了太大的地位。黑格尔认为，早期的认识论理论，无论是经验主义还是理性主义，都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他们都假定知识必须与现实相对应。然而，黑格尔指出，追求这种信念与现实的对应关系在逻辑上是荒谬的，因为要验证这种对应是否成立，我们必须依赖某种信念来判断。这样一来，我们并没有真正超越信念，而只是又增加了一个关于信念的信念。人话就是说，人不可能脱离信念去直接比较信念与现实，因为我们对现实的一切经验始终都被信念和概念所中介。因此，黑格尔认为，康德关于现象与物自体之间的区分，正是这种逻辑荒谬的一个例子。当代哲学的兴起大约始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与近代哲学不同的是，当代哲学往往以对近代理性传统的批评为出发点，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表现出对这一传统的冷漠或疏离。当代哲学大体可以分为两个主要流派，一是大陆哲学，它指的是西欧哲学家所发展的思想风格；二是分析哲学，又称为英美哲学，其中包括许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移居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欧洲哲学家的研究成果。在认识论领域，20世纪最初的25年间，大陆哲学家们一直在思考一个核心难题：如何跨越认识者与被认识者之间那道看似无法逾越的鸿沟。如果人类所能接触到的只是关于世界的观念或表象，而非世界本身，那么知识又如何可能？德国哲学家埃德蒙·胡塞尔认为，他所处时代的传统认识论理论缺乏真正的洞察力，因为他们没有聚焦于人类实际经验中的被认识对象本身。为了强调这种思维的重新取向，胡塞尔提出了一句口号：回到事物本身。哲学家们需要重新发现经验之中真正被给予的是什么，而这一点只有通过对经验现象的细致描述才能实现。因此，胡塞尔把自己的哲学称为现象学，它最初是一门纯粹的描述性科学，而在此基础上才逐步上升为一种理论的，或称先验的哲学。在胡塞尔看来，笛卡尔和康德的哲学都预设了一个根本性的鸿沟，即认识者与被认识的对象之间的分离。这种分离让人类对外部世界的知识变得可疑，似乎一切关于外界的认识都必须先经过证明才能被认为是可靠的。但胡塞尔认为，这样的前提本身就违背了哲学应有的原则。哲学作为最根本的科学，应该是没有任何预设的。因此，在他看来，在没有进行完全无前提的研究之前，就假定我们对外部世界的知识存在问题，这种做法是不合法的，也是不够哲学的。为了排除一切预设，胡塞尔提出了一种关键的方法：悬搁。希腊语 epoch 意为保留或搁置，这个概念最初来自古希腊怀疑主义，
但在胡塞尔的哲学中，它成为一种全新的方法论工具，一种括号化的技巧。通过弦歌，我们暂时搁置一切传统的哲学理论，也搁置所有日常常识性的信念，不去肯定，也不去否定它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让意识的经验纯粹地显现出来，从而进行真正的现象学描述。弦歌只是胡塞尔提出的一系列鲜艳还原中的第一步。胡塞尔的目的是要在哲学探究中彻底消除一切预设，确保自己不依赖任何未经检验的假定。其中一种还原方式，据说能够让人抵达鲜艳自我，也就是所谓的纯粹意识。听起来似乎胡塞尔接下来会去描述这个纯粹自我的经验内容，但他真正的目标却不同，他转向了本质还原，也就是去发现各种观念的本质，例如红色的本质、表面的本质或关系的本质。这些步骤都属于胡塞尔宏大的计划，为哲学建立一种完美的、绝对可靠的方法论，从而让哲学的知识达到彻底的确定性。胡塞尔的鲜艳自我看起来与笛卡尔的思维心灵非常相似，他能够思考世界，却既没有直接接触世界的途径，也没有对世界的绝对确定性。正因为如此，胡塞尔在笛卡尔式的沉思中试图克服这种自我与世界之间的鸿沟，那正是他在早期著作中本想消除或绕过的东西。然而，这一尝试带来了新的难题。既然鲜艳自我似乎是唯一真正存在的意识，那胡塞尔就必须面对一个长期困扰哲学的深层问题——独我论。也就是说，如果一切经验都只是我的意识现象，那他人世界是否还能在我的意识之外真实存在呢？他的许多追随者，包括那位最著名的学生马丁·海德格尔，都意识到现象学在一开始的道路上出了问题。海德格尔的诊断很直接，问题的根源在于胡塞尔相信人类的意识中存在一个阿基米德点，一个可以脱离世界、独立思考的纯粹自我。但海德格尔说，那样的自我并不存在，我们从来不是漂浮在世界之外的观察者，我们生而就在世界之中，生活、行动、理解一切。意识不是隔离的容器，不是装满观念和表象的盒子。1927年，他在《存在与时间》中重新出发，回到现象学最初的目标，回到事物本身。在这条路上，他放弃了胡塞尔的超验还原，不再试图退回一个纯粹的意识层面，而是转向存在本身，人如何在世界中在场，以及这种在场意味着什么。海德格尔发现，人类从根本上是被世界所束缚的存在，我们不需要推导出世界的存在，世界本就是我们经验的一部分，是一切意识的前提。在最原始、最自然的经验层面上，人类并不是孤立的思考，而是生活在一个社会文化的环境中。我们的认知从一开始就是实践的、群体性的，而不是抽象的、个体化的。想象一个工匠与他的工具，他并不会去思考锤子是什么，而是在使用它时与世界融为一体。人类与世界的关系也正如此，我们面对世界的方式不是哲学家在书桌前的反思，而是日常生活中无数具体的操作与互动。因此，哲学家的理论知识其实只是一种衍生的、特殊的认知形式。而近代哲学从笛卡尔到康德再到胡塞尔，都犯了同一个错误，他们把这种哲学式的思考当成了所有知识的标准。不过，尽管海德格尔强调人始终是栖居在世界之中的存在，他仍然认为人类的存在方式在本体上有一种特殊的地位。他给这种存在取了一个名字，此在这个词的意思是在场的存在，也就是说，人与世界之间不是分离的两极，而是一种在场的关系。我们总是在世界之中对世界敞开，而世界也因此对我们显现。但与此同时，海德格尔依然保留了一个核心立场，人是那种能够让世界显现的存在。在这一点上，他与胡塞尔仍有共通之处，无论是纯粹意识还是此在，都意味着认知者仍然占据了中心的位置。到了20世纪中叶，现象学的思想被带到法国，在那里他迎来了新的代表莫里斯·梅洛庞蒂。与胡塞尔不同，梅洛庞蒂拒绝了把世界扩起来的做法。他认为人对世界的经验不是附属品，而是出发点。我们并不是先有思想再去认识世界，而是在感知中与世界共生。他把这一观点概括为一句话：感知的首要性。在他看来，那种传统的二元划分，比如笛卡尔的心灵与身体的对立，根本不足以解释人类的经验，因为我们从未像两个分离的存在，一边是思维，一边是肉体，我们始终是一种带着身体的意识。更重要的是，梅洛庞蒂认为，任何关于世界的概念化、理论化都无法彻底穷尽世界的真实。世界总是超出语言与思想的框架，而我们能触及它的方式，不是通过抽象的推理，而是通过那一刻，我们正在感知它。梅洛庞蒂进一步指出，人类的认知经验离不开身体，而身体永远处在空间之中。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经验必然带着视角，也注定不完整。当我们看向一个物体时，我们能看到它的形状、颜色、深度，却永远只能看到一个角度。无论我们如何移动，总有一部分始终在我们视野之外。这意味着，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从来不是上帝视角，它
它总是被身体所限定的感知，而这并不是一种缺陷，恰恰是人类存在的方式。在知觉现象学中，梅洛庞蒂系统地展开了这一思想，并且对感觉数据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批判。他认为，知识并不是由一连串感官输入堆叠而成，而是源自我们与世界持续的互动、感知与在场。在法国的思想舞台上，另一位与梅洛庞蒂并肩而立的哲学家是让·保罗·萨特。在认识论层面上，萨特与梅洛庞蒂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拒绝胡塞尔的超验还原，都认为人类的存在是一种在世界之中的存在。但萨特的哲学里仍保留着一些笛卡尔式的痕迹，这正是梅洛庞蒂最反感的部分。萨特将存在区分为两种基本形态，一种是自在之存在 （ensoi）， 那是非人世界的存在，固定的、被动的，毫无意识；另一种是自为之存在 （prosoi）， 也就是人类的存在，一种纯粹的意识，一种能对自身进行反思的存在。对萨特来说，人类与世界的区别不在于知识的多少，而在于我们能意识到自己正在存在。我们不是被世界定义的事物，而是在与世界的对抗中塑造自己的人。到了20世纪下半叶，欧洲大陆的哲学家们开始反击整条从笛卡尔到现代哲学的传统。他们发现，几乎所有的哲学体系都被一种深层的二元思维所支配：存在与虚无，心灵与身体，认知者与被认知者，自我与世界，自在之存在与自为之存在。这些对立不过是同一套思维结构的变体。而新的哲学家们开始质疑，也许问题就出在这种非此即彼的思考方式上。比如结构主义思想家米歇尔·福柯，他没有继续去问真理是什么，而是回头去问我们为什么会相信某种东西是真理。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通过大量历史研究提出一个颠覆性的观点：一切概念都有它的历史条件。所谓理性、知识、人性，往往不是纯粹为了认知世界，而是被用来控制人的。知识不仅是认知的力量，更是权力的工具。在福柯之后，另一位思想的拆解者登场了，雅克·德利达。他提出一个激进的主张：所有的二元对立都带着隐含的价值偏向，因此也都是无法自洽的。在他的解构方法中，德利达试图揭示哲学中那些看似清晰的界限，比如真与假、理性与感性、主体与客体，其实都站不住脚，因为无论你对其中一方说了什么，几乎同样的话也可以用来描述另一方。换句话说，哲学的根基本身就像个不倒翁，随意摇晃。而这种对笛卡尔传统的反思不仅发生在欧洲，在美国也有思想家在质疑同样的问题。约翰·杜威这位实用主义哲学家直接挑战了知识主要是理论活动的观念。他认为，人类的认知并不是为了在观念中建构世界，而是为了在行动中改造世界。知识不只是思考的产物，更是生活的实践。杜威认为，所谓经验并不是我们单方面的去认识一个外在的世界，而是生命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过程。知识不是静止的把握某个真理，而是在行动中作用与被作用不断生成的。人通过行动去改变世界，同时也被世界反过来塑造。这种思想为20世纪后半叶的哲学打开了新的方向。理查德·罗蒂正是这一思想线索的继承者与调和者。他试图在大陆哲学与分析哲学之间找到一条共同的语言。在他看来，20世纪最伟大的3位哲学家杜威、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之所以伟大，正是因为他们都在做同一件事儿，动摇了现代哲学关于知识的根本假设。他们让我们重新意识到，知识不是为了确立一个永恒的真理，而是为了让人类能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继续理解、继续生存、继续行动。与此同时，在大西洋的另一边，哲学的发展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这就是分析哲学。20世纪以来，英美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哲学传统，它的根源有2条，一条来自符号逻辑，也称形式逻辑，另一条则继承了英国经验主义的传统。与大陆哲学的宏大体系不同，分析哲学不追求建构庞然的世界观，而更关注细致入微的问题分析。它拒绝一次性解释一切的思维，而倾向于逐个问题、逐个概念的剖析。在认识论之外，分析哲学在语言、逻辑、科学哲学等领域也做出了深远的贡献。但即便在认识论方面，它的影响力仍然举足轻重，以一种冷静、精确、近乎数学式的方式重新定义了思考的意义。在分析哲学的传统之中，又分化出了2种主要的路径，一种是从逻辑出发的形式哲学，另一种则以日常语言为中心的语言哲学。前者追求的是思维的形式化与精确化，他们相信哲学的问题往往源自语言结构的模糊，而逻辑分析能够揭示思想的真实形态。这一路的代表人物包括弗雷格、罗素、卡尔纳普、塔尔斯基以及奎因。他们共同的信念是，如果思想是语言的延伸，那就必须
须用逻辑的语言去澄清思想，而另一条路径则转向更贴近生活的方向。他们认为，哲学不该脱离普通语言，因为语言本身就蕴含了人类对世界的理解方式。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包括摩尔、赖尔、奥斯汀、斯特劳森等人，他们用对话、举例、语义分析等方式去解构哲学中那些看似深奥，其实源于语言误用的问题。于是，在20世纪的哲学版图上，形成了两种力量的张力，一种追求形式的纯净，一种是回到语言的原野。在这两条路径之间，有一位几乎横跨整个20世纪哲学的思想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他的一生仿佛是哲学思想本身的缩影。早期的维特根斯坦是逻辑学派的继承者，在逻辑哲学论中，他相信语言的结构就像一面镜子，能精准映照出世界的逻辑。在他看来，哲学的任务就是描绘语言与现实之间的对应关系，而凡是无法通过逻辑表达的，都应保持沉默。但在晚年，维特根斯坦彻底改变了立场。在哲学研究以及论确定性中，他抛弃了那种语言映照世界的假设。他开始认为，语言并不是逻辑的投影，而是生活的实践。语言的意义并不来自它指向什么，而在于我们如何使用它。哲学的问题不在逻辑的深处，而在日常语言的表层，在我们如何说话，如何理解，如何生活。于是，一个时代的思想也随之转向。哲学不再是追求绝对真理的系统，而是一种持续澄清人类经验的活动。如果要说分析哲学最鲜明的特征，那就是它把语言放在了哲学的中心。在他们看来，哲学的问题往往并不是来自世界的复杂，而是来自我们对语言的误解。我们被语言的形式所诱惑，被词语的表象所迷惑，于是制造出了那些看似深奥的哲学难题。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哲学是一场与语言对我们心智施下的魔咒的战斗。从20世纪初开始，哲学界逐渐形成一种新的共识：哲学的问题归根结底是语言的问题，是概念使用的偏差、意义界限的模糊。这一思想转向被称为语言转向，它改变了整个哲学的方向。人们不再把哲学视为寻找终极真理的形而上学工程，而是视为一场清理语言、澄清思维的实践。哲学不再去回答世界是什么，而去问我们是如何用语言去构建这个世界的。在语言转向之后，分析哲学内部也逐渐形成了几个重要的分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3种是常识哲学、逻辑实证主义以及自然化认识论。所谓常识哲学，是由哲学家 G.E. 摩尔提出的，他试图捍卫一种看似朴素却被哲学怀疑论不断挑战的立场，那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已经知道了许多确实的真理。摩尔说，我们无需证明地球存在，也无需怀疑它已经非常古老，更不用去质疑此刻还有其他人在这个世界上。这些命题构成了我们对世界最基本、最可靠的常识。在他看来，哲学家们常常被怀疑论与理想主义的抽象推理所困，而忘记了人类认知的出发点。我们确实在这里，确实在生活。摩尔用一种看似平凡的方式提醒哲学界，也许真正需要被辩护的不是怀疑，而是常识本身。摩尔认为，任何与常识世界观相冲突的哲学理论都可以直接被视为错误。在他看来，所有的怀疑论与唯心主义都属于这种被常识否定的理论。他并不打算通过复杂的逻辑推理来反驳他们，而是用最直接的方式：我确实有2只手，这张桌子确实在这里，这就足够了。维特根斯坦同样反对怀疑论与唯心主义，但理由却完全不同。在他看来，这些哲学立场之所以陷入困境，是因为他们误解了语言本身。他们假定知识、信念、确定、怀疑这些词都有一种单一固定的意义，于是才会问出诸如“我怎么确定我不是在做梦”这样的问题。但维特根斯坦指出，在现实生活中，这些词的意义取决于使用的情境。我们说我知道，在课堂、法庭、日常聊天中指的往往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哲学的误区往往就源于这种语言使用的混乱。于是，维特根斯坦不再试图回答哲学问题，而是去消解它们，通过澄清语言的用法，让那些自相矛盾的疑问自然消失。在他的晚期著作《论确定性》中，维特根斯坦对确定与知识这2个概念做了一个深刻的区分。他指出，确定并不是比知识更可靠的一种状态，相反，确定是所有关于知道与怀疑的语言游戏的前提。换句话说，当我们在谈论我知道、我怀疑、我相信这些词时，其实都已经默认了一套更深的确定性背景，那是一种不被质疑、无需证明却支撑着我们所有行动的信念结构。维特根斯坦称这种确定性为对我们所有人都理所当然的东西，而这种理所当然不是一种思维状态，
而是一种行动。正如他所写，行动是一切语言游戏的根基。在这句话里，维特根斯坦完成了一个微妙却深刻的转向。哲学不再停留在思维与语言的层面，而是回到生活本身。我们的确定存在于我们的行动之中。在20世纪20-30年代，一群哲学家与科学家在维也纳聚集，他们自称为维也纳学派。从他们的讨论中诞生了一股新的思想潮流——逻辑实证主义，又称逻辑经验主义。他们试图让哲学变得像科学一样严格。在他们看来，哲学的任务不是解释世界的意义，而是澄清语言与经验的关系。1936年，英国哲学家 A.J. 艾耶出版了《语言、真理与逻辑》这本书，让逻辑实证主义在英美哲学界迅速占据主导地位。逻辑实证主义者提出了一个看似简单却极具革命性的标准：一个命题若声称在描述世界、表达事实，要想有意义，它就必须可以被经验验证，至少在原则上可以被验证。如果一个命题既无法被观察，也无法被检验，那么它就不是错误的，而是无意义的。比如，这个桌子有4条腿，可被验证，因此有意义。世界的本质是灵魂的震动，不可被验证，因此是无意义的。对他们而言，哲学应当放弃形而上的幻想，只留下逻辑的清晰与经验的可证实性。按照逻辑实证主义者的标准，传统哲学中许多看似深奥的命题，其实根本没有意义。比如上帝存在或灵魂不朽这样的陈述，既无法被观察，也无法被经验验证，甚至在原则上也无法被检验。因此，在他们看来，这类形而上的言说并非错误，而是彻底的无意义。哲学不再是关于终极真理的追问，而是一种逻辑工作。它的任务不是创造新知识，而是澄清已有知识的结构与概念。他们主张，哲学唯一合法的功能是概念分析，尤其是对自然科学核心概念的逻辑澄清，比如因果概率规律解释。对逻辑实证主义者来说，哲学不再是宇宙的叙事者，而是科学语言的清洁工。1950年，美国哲学家威拉德·奎因发表了一篇具有爆炸性影响的论文《经验主义的2个教条》。他在这篇文章中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核心假设发起了正面攻击。传统经验论区分2种命题，分析命题仅凭词义就为真，比如所有单身男子都是未婚的；综合命题，其真假取决于经验事实，比如这张桌子是木质的。逻辑实证主义建立在这种区分之上，认为前者属于逻辑与数学，后者属于科学与经验。但奎因指出，这种区分其实是人为的幻觉，我们无法在意义与经验之间画出一条绝对的界限。任何知识，任何陈述都不是孤立成立的，而是整个信念体系的一部分，他们共同面对经验的检验。换句话说，真理不是一块块砖，而是一张互相支撑的网。10年后，奎因在此与物中进一步发展出一个新的方向——自然化认识论。在他看来，认识论不该是鲜艳的审查知识的合法性，而应当成为科学的一部分，去解释人类如何在自然世界中形成知识。这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折，哲学从逻辑与语言的分析，重新回到人类作为自然存在者的视角。在奎因看来，这种自然化的转向意味着认识论不再是一门规范性学科，它不再告诉人们我们应该相信什么，或怎样才算是正当的知识。相反，认识论的唯一合法任务是去描述知识的形成过程，尤其是科学知识在现实中究竟是如何被建构、被验证、被接受的。它不再审判科学，而是观察科学；不再设定标准，而是记录过程。它关注的不是知识的正当性，而是人类作为认知者的实际运作方式。我们如何观察，如何推理，如何在群体中达成共识。奎因让哲学脱下法官的袍子，重新成为一名经验的研究者。20世纪上半叶，分析哲学家们的认识论兴趣主要集中在一个更具体的问题上：知识与感知之间的关系。在这场讨论中，出现了一批重要的名字：伯特兰·罗素、摩尔、普莱斯、布罗德、艾耶，以及后来提出绘画含义理论的保罗·格赖斯。虽然他们在许多细节上存在分歧，但他们都支持一个共同的立场——感官资料理论。这个理论试图回答一个古老而尖锐的问题：当我们看到一张桌子，听到一个声音，触摸一块石头时，我们真正感知到的究竟是外部世界的事物本身，还是只是出现在我们心中的感官印象？感官资料理论认为，我们并不是直接感知到外部事物，而是感知到介于我们与外界之间的感官资料。它们就像一层半透明的幕布，让我们间接地看见世界。感官资料这个词听起来抽象，但它其实可以用一些具体的例子来理解。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产生了幻觉，看见几只粉红色的老鼠在房间里跑动，他确实看见了某种东西，他体验到粉红色形状运动这些视觉感受，但显然现实中并没有真正的老鼠存在，他所看到的其实是一种视觉感受，这就是所谓的感官资料。再比如，当你盯着灯泡看了一会儿，然后闭上眼睛，
你可能会在黑暗中看到一个残留的光影，那个短暂浮现的影像，同样是一种感官资料。而更有意思的是，即使在我们正常的视觉经验中，感官资料理论也认为，我们依然不是直接看到外部事物，而是在感知由外物引起的那层感觉内容。也就是说，当我们说我看到一张桌子，哲学上更精确的描述是，我感知到一种呈现为桌子的视觉经验。想象你正低头看着一枚便士，一枚普通的圆形硬币，如果你正对着它看，它确实显得圆圆的，但只要你稍微倾斜一下角度，那枚硬币看起来就不再是圆的，而像是一个椭圆形的片面。在这个时刻，哲学家们会说，你的视觉中出现了一个椭圆形的感官资料，尽管那枚便士在现实中仍然是完完整整的圆形。这看似微不足道的现象，却成了布罗德、普莱斯和摩尔等哲学家眼中最有力的证据之一，因为它暗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无论我们的感知是否正常，我们都只是在感知感官资料，而非事物本身。哪怕在最普通的视觉经验中，我们也并不是直接看到那枚便士，而是看到它在我们眼中呈现出的样子。于是，一个新的问题浮现出来：如果我们永远只接触到感觉的影像，那我们又如何能确定外部世界真的如我们所见？在这些例子中，感官资料理论的拥护者提出了一个关键的观点：无论是看到幻觉中的粉红老鼠，还是盯着灯泡后的残影，又或是从斜角看那枚椭圆形的便士，在每一种情境里都有某种东西是我们直接意识到的。所谓直接，意思是这种觉知是即时的，不依赖推理，也不经过判断。换句话说，我们不需要猜那是什么，我们就是立刻经验到它，这就是感官资料。因此，感官资料常被定义为直接知觉的对象。而根据布罗德、普莱斯与艾耶的观点，感官资料与物理对象之间有一个决定性的区别。物理对象可能看起来有某种性质，但实际上并没有。比如，那枚便士看起来像椭圆的，但它其实是圆的。然而，感官资料永远如它所显现的那样，它不会看起来是椭圆，但实际上是圆。它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从这一点出发，感官资料理论似乎为感知的确定性提供了避风港。在这层感觉的世界里，至少有一样东西不会骗人。但正因为如此，感官资料理论也面临一个无法轻易逃避的难题：如果我们所直接经验到的只是这些私人的感官印象，那么我们凭什么相信在它们背后真的存在一个独立于我们感知之外的世界？换句话说，如果我所看到的桌子只是出现在我视觉中的一层感觉内容，那我又如何能确定在我不看它的时候，那张桌子仍然存在？罗素试图用逻辑的方式解开这个困局。在他的著作《哲学的问题和我们对外部世界的知识》中，他提出，也许我们可以从感官资料出发，逻辑地建构出外部世界的存在。也就是说，外部世界并不是直接被我们感知到的，而是一种经过推理与归纳，从感官经验中抽象出来的结构。在罗素看来，我们并非感知世界，而是用感官资料去重建世界。可这样的世界还算是真实的吗？还是只是我们心中一座精密的幻想？然而，这套精巧的理论很快就被另一批哲学家以一种看似朴素却极具破坏力的方式推翻了。这些反对者提出了所谓的显现理论，他们指出，那枚从斜角看上去呈椭圆的便士根本不意味着除了便士本身之外，还必须存在一个额外的椭圆形的感官实体。说便士看起来像椭圆，并不是在描述两个东西，而只是在描述一个普通的视觉情境，物体在不同角度下的不同呈现方式。把这当作另一个存在的对象，其实只是语言上的误解。最有力的一次反击来自哲学家约翰·奥斯汀。在他去世后出版的讲稿《感官与感知》中，奥斯汀以一贯犀利的语气指出，哲学家们之所以以为我们看见感官资料，是因为他们早已脱离了日常语言与真实经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会说我看见了一个视觉印象，我们只会说我看见了一枚便士。奥斯汀的批评几乎终结了感官资料理论的统治，哲学重新回到了一个更直接、更现实的立场。也许我们看到的从来就不是感觉的中介，而是世界本身。不过，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显现理论虽然成功拆解了感官资料的假设，但它也被许多哲学家批评，认为它同样没有解释清楚幻觉与错觉的现象。毕竟，当我们看到不存在的影像或误认事物的形状与颜色时，那种感知经验该如何理解？难道就能简单归结为看错了吗？于是，一批思想家开始尝试新的方向。他们希望在承认感官经验可能出错的同时，仍然解释知识为何仍然可能。由此出现了两种主要的立场：实在论与现象论。实在论是一种兼具认识论、
与形而上学的主张。在认识论层面，他认为我们感知到的某些对象，并非仅仅存在于个人的意识之中，而是公共的对象，也就是你我都能看到、能触摸、能讨论的那种世界中的事物。而在形而上学层面，实在论更进一步主张，至少有一些被我们感知到的对象，确实独立于心灵而存在，它们并不会因为我们不去看、不去想，就从世界上消失。正是这一点，世界独立于意识存在，构成了实在论与现象论之间的根本分歧。在实在论者看来，人类感知的世界里其实存在着一种直觉而清晰的划分。我们似乎天然能分辨出世界中有两类截然不同的存在，一类我们称之为心理的，它包括头痛、疼痛、思想、欲望，这些都发生在我们内在的体验之中，是私密的、主观的，只属于个体自身。而另一类则是物理的，像桌子、石头、行星、人类、动物，甚至彩虹、闪电、影子这样的自然现象都属于这个范畴。这些东西存在于我们之外，我们可以看到它们、触摸它们，与他人共同指认它们。在实在论的认识论中，心理与物理的区别不仅是种直觉，更是一种关于经验边界的原则。心理性的存在是私密的，也就是说，它只能被一个人自身所感知。你可以和别人都说我头痛，但你们并没有同一个头痛，你的疼痛属于你，我的疼痛属于我，它们无法被交换，无法被共享。而物理性的存在则恰恰相反，它是公共的。一张椅子，你能看到，我也能看到，你可以触摸，我也可以触摸，我们指向的是同一个对象。这正是实在论的根基所在。世界中确实存在某些独立于意识的事物，它们不依附于个体的感受，却被所有人共同经验。在实在论者看来，物理世界与心理世界的差异不仅在于公共与私密，更在于他们对心灵的依赖方式。物理的存在是独立于心灵的。这句话的意思很简单，一个事物的存在并不取决于有没有人去感知它。想象一下，这张桌子，无论此刻有没有人看见，有没有人触摸，它依然在那里。灯灭了，它依然存在；人离开了，它依然在那里，稳固、客观，不因意识的缺席而消失。但对于心理性的存在，情况完全不同。一个头疼，只有当某个人真的在感受到它时，它才存在。一旦没有人头疼了，再说某个头疼存在，就失去了意义。这正是实在论的核心信念。在我们的思想与感受之外，确实存在一个不以人类意识为转移的世界。于是，传统的实在论、认识论通常是从一个基本前提出发的：世界分为公共的与私人的两类经验，每个人都能直接感知到自己的心理状态、疼痛、情绪、想法。这些不需要证明，它们一旦出现，就无可否认地存在着。可问题在于，物理世界并没有这么简单。视觉误差、幻觉、错觉，这些现象不断提醒我们，在任何一个感知的瞬间，我们都无法100%确定自己所看到的究竟是外部真实存在的物体，还是仅仅一种感官的显现。比如，水中看起来弯曲的木棍，它的弯曲感确实被我们感知到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外部世界中真的存在一根弯曲的木棍。我们能确定的只是，我们看见了某种样貌、某种出现。至于那种出现背后是否真有一个客观存在的实体，那仍然是个开放的问题。哲学家艾耶在他的著作《经验知识的基础》中，把这种困境称为自我中心的困境。当一个人看着他眼前的椅子时，他以为自己是在感知一个外部的物体，但事实上，他直接感知到的只是一个感官显现，也就是视觉中那种像椅子的样子。而那种样子看起来完全属于个体的内在经验，是私有的、心灵中的，他人无法直接进入。于是问题出现了，如果我们所接触到的只是这些私有的显现，那我们又凭什么相信，在我们的经验之外，真的存在那些独立、公共的物理对象？人话就是，当我们看到一把椅子时，我们凭什么相信那真的是一把椅子？面对这个挑战，实在论者发展出了两种主要的回应，一种叫做直接实在论，又被称为天真实在论；另一种则是表象实在论，也被称作因果理论。与传统的实在论不同，直接实在论主张，我们感知到的并不是某种中间的表象或心理的影像，而是物理对象本身。也就是说，当你看见一张桌子时，你看到的不是一层视觉感受，你看到的就是那张桌子。当你触摸它，听见它被敲击的声音，你正与真实的世界直接接触。因此，在直接实在论者看来，我们根本不需要去推论外部世界的存在，因为那世界从一开始就在我们的经验中显现出来。像摩尔这样的哲学家以及他的追随者，甚至认为感官资料也不必被视为心理的。他们提出，这些显现或许就是物理对象表面的组成部分，是桌面上的光泽、石头的反射、树叶的阴影与质感，它们并非存在于心灵之中，而是属于世界自身的表层。在这种观点下，意识与世界之间不再隔着一层感知的幕布，而是直接的接触。听起来似乎坚不可摧，世界就在那里，我们就在其中。但问题又回来了，
感知异常，也就是幻觉、错觉、视觉扭曲，像一根尖针戳穿了这层哲学的自信。摩尔本人也最终在这一点上退了下来。在他最后一篇发表的论文《视觉感官资料》中，他承认，当我们从一个角度看一枚圆形的硬币时，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一个椭圆的视觉显现，而那个椭圆的显现显然不可能就是硬币真正的圆形表面。于是摩尔不得不承认，我们并没有直接看到那枚硬币，也就是说，我们无法拥有对物理对象的直接知识。世界似乎又一次退回到了那层介于显现与真实之间的模糊地带。表象实在论诞生于直接实在论崩塌之后，它是一种更谨慎、更理智的实在论，试图在怀疑与信念之间重新搭建起通往外部世界的桥梁。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理论，它的根源可以一直追溯到约翰·洛克。在近代哲学中，洛克就是这一路思潮的代表。表象实在论有时也被称作科学理论，因为它与光学、生理学、物理学的发现看起来是相互契合的。与其他实在论一样，它同样承认，我们直接感知到的不是物体本身，而是感官资料，或者说那些存在于意识中的感知表象。但它在此基础上加入了一个科学化的解释：这些感官表象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外部世界中的物体通过因果链条、光的反射、空气的震动、感官器官的刺激以及神经系统的运作，在我们心中生成了经验的影响。换句话说，我们并非直接看见世界，而是通过世界在我们感官中留下的痕迹，间接地认识它。按照表象实在论的解释，视觉经验，也就是看到的感觉，可以被完整地还原为一连串物理与生理的因果过程。比如，当你注视着眼前的一张桌子，首先光线从桌子的表面反射出来，穿过空气进入你的眼睛。如果环境条件正常，光线角度、亮度、眼睛的聚焦都恰到好处，这些光波就会抵达视网膜，在那里激活一系列微妙的神经结构，视感细胞、视锥细胞再传递到双极细胞、结细胞，最后通过视神经进入大脑。在那一刻，一连串复杂的电信号被大脑解读，于是在意识中出现了一个视觉感官资料，也就是你所感知到的那个被看见的世界。从光线到知觉，从外部物体到心灵图像，这条因果链正是表象实在论试图描绘的感知通道。换句话说，看见其实是大脑接收世界信号的一次物理事件。在表象实在论看来，当外部世界的真实物体与我们心中所出现的感官资料之间存在着一种正常的因果联系时，我们就能说那一份感知准确地再现了事物本来的样子。例如，当光线、视觉神经与大脑活动都按规律运行，你所看到的那张桌子、那轮月亮、那束花，就与外部世界中的它们真实一致。然而，一旦这条因果链的某个环节出了问题，无论是光线折射的异常、感官系统的失调，还是大脑处理信号的偏差，你所体验到的感官资料就会出现扭曲与偏差。这正是表象实在论对视觉幻觉与错觉的解释。它们并非说明世界本身混乱，而只是因果过程失常时的知觉误差。因此，表象实在论其实是一种间接知觉理论。他认为，人类并非直接看到外部的世界，而只是直接觉察到自己的感官表象，那些感官资料。至于这些表象背后的真实物体，我们只能通过推测与因果链条来间接认识。但问题也正出在这里，我们无法把那份感官表象与原始对象并置比较，我们永远无法走出自己的感知去验证我们所见的是否真的与世界一致。于是，所谓代表也许只是一场幻象，我们依旧被困在现象的圆环之中，看似走出了唯心的孤岛，却依然无法触摸那片被感知所遮蔽的真实。如此看来，无论是直接实在论的天真，还是代表实在论的科学谨慎，都未能真正解答那个最初的问题：我们如何知道世界真的在哪里？面对实在论所遭遇的困境，有些哲学家选择了一条更为激进的道路，他们被称作唯现论者。在他们看来，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于我们如何证明外部世界的存在，而在于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独立于心灵之外的世界。他们拒绝那条经典的分界线，拒绝把世界分成客观存在的物体和主观感知的表象。对唯现论者而言，所谓物体不过是感知的稳定组合，是经验中反复出现的模式，而非隐藏在感知背后的某种实体。唯现论者进一步提出，所谓独立存在这个概念，要么根本就是无意义的，因为人类从未也无法获得任何支持它的证据；要么，如果我们仍坚持使用这个词，那它所指的独立也必须被重新解释，不能超出我们实际能获得或可能获得的感知经验。人话说，当我们谈论世界独立于我们而存在时，其实是在使用一种未经反思的知觉语言。唯现论者要做的，正是挑战这种语言的自明性。他们追问，所谓独立存在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一切认知都依附于感知，那脱离感知的存在
是否只是一种语词上的幻觉。所有形式的唯现论都带着一种强烈的验证主义精神，他们坚持认为，凡是关于外部世界的主张都必须能够被验证，否则它就不具备真正的意义。这意味着，任何声称某物存在于经验之外的说法都属于无效命题，因为一旦超出可感知、可确认的范围，所谓存在就失去了被谈论的依据。在唯现论者看来，世界不是一个等待被发现的客观舞台，而是一个由经验构成的可验证场域，能被经验的才算存在，无法被经验的便等同于虚无。那么，唯现论者是如何重新定义存在的呢？他们尝试用纯粹的感知语言去解释一句最普通的话：这个番茄存在。首先，他们会问：番茄究竟是什么？从感知的角度看，它是一个拥有一定大小、重量、颜色和形状的对象，它能被看见，能被触摸，能被嗅到。而如果我们把这些可感知的属性一一抽离，再问剩下的那个番茄本身还是什么？答案是什么都不剩，没有什么洛克式的实体基底在支撑这些属性，没有一个独立不可感知的东西躲在背后，等待被认知。换言之，番茄的存在并不需要诉诸任何超越感知的假设，它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它可以被经验到。因此，当我们说某个对象存在时，我们其实在说的只是一组可被感知的特征，它们被定位在某个时空片段之中。人话就是说，当我们说番茄存在，我们并不是指向某个隐藏的物体，而是在描述一组感知可能性。眼睛所能看到的红，手指触到的柔软与光滑，牙齿咬下时那股酸甜的味道。甚至当我们说隔壁房间里有一个番茄，我们真正的意思是，如果我走进那间房，我将看到一个熟悉的红色形状，摸上去柔软光滑，咬下去会有那种熟悉的味道与质感。在唯现论者看来，这就足够了。存在并不是一个超越经验的形而上假设，它只是经验的可能性。因此，当我们说那颗番茄在隔壁房间里，即使没人看见，它也存在，唯现论者会回答，这并不意味着它无法被感知。在原则上，一切存在的东西都是可感知的。独立于感知而存在这个说法其实是被误解了，不仅被哲学家误解，也被常识所误解。因为当我们明白所谓对象不过是一组属性的集合，而这些属性又总是可被经验的，那么那种感知与世界之间的鸿沟就显得多余了。唯现论者认为，这道被哲学画出的深渊其实只是一场语言的误会，我们与世界之间并没有断裂，我们感知的就是世界本身。在唯现论的视角下，知觉错误或幻觉也有了全新的解释。判断一个感知是否真实，不再取决于它是否对应某个独立的外部世界，而在于它是否连贯，是否可预测。举个例子，当我们说自己看到一个番茄时，这句话之所以为真，意味着我们的感知经验，现在与未来的会在某种规律中相互吻合。也就是说，如果那真是一颗番茄，那么当我们去触摸它，会感到柔软光滑，当我们嗅闻它，会闻到熟悉的果香，当我们咬下去，会尝到那股酸甜的汁液。而如果那只是幻觉，这种感知的连贯性就会崩塌。你也许看见了红色的形状，却摸不到任何东西，也尝不到任何味道。对于唯现论者而言，正是这种经验的连贯与可验证性构成了真实的全部意义。唯现论者并没有止步于个人经验，他们把这一逻辑进一步推广，纳入了他人的感知。所谓公共世界，在他们看来，并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客观舞台，而是多人感知之间的连贯与一致。当许多人都能看到同一颗番茄，触摸到同样的柔软，闻到相似的气味，这种感知的共鸣就是公共性的根源。反之，像头痛这样的感觉无法被他人直接经验，于是它就成了非公共的存在。同样的，独立存在也被重新定义。当我们今天看到一个物体，而明天、后天依旧能在相似情境中感知到它，这种时间上的连贯就构成了它的独立性。因此，唯现论者认为，无需假设任何超越经验的实体，他们也能解释实在论者想解释的一切：世界的公共性、持久性与可验证性。一切事实都可以在经验的连续与一致之中得到说明。当然，唯现论并非没有反对者，实在论者对他的批评往往集中在一点：他违背了常识。他们认为，把番茄这样的物体理解成一组感知经验或可能经验的集合，这听起来太过反直觉。在实在论者看来，我们之所以会有这些经验，恰恰是因为外面确实有一个东西，它独立存在，并成为我们感知的来源。如果唯现论是对的，那岂不是意味着，假如世上没有任何感知者，宇宙中也就不会有任何物体？这显然与常人的信念，甚至与科学事实相冲突。毕竟，恒星与星系的存在，早在人类诞生之前就已无可否认。唯现论的支持者则坚决否认这种指控，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误解。唯现论并不否认世界的规律性，它只是拒绝赋予世界一种超越经验的形而上地位。至今，这场争论仍未有定论。在经验的世界与独立的世界之间，哲学始终在往复摇摆。或许
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世界是否存在于我们之外，而在于我们究竟如何在这片感知的薄膜之上理解存在本身。自20世纪最后1/4起，认识论迎来了新的转折，哲学家不再是这场讨论的唯一参与者，神经科学、心理学、人工智能以及计算机科学的研究者们都开始重新探问我们究竟是如何知道的。他们的研究揭示了许多深层的机制，视觉的工作原理，心智如何构建外部世界的表征，记忆中的信息如何被储存与提取。这些新方法实际上复活了旧日的间接感知理论，他们再次强调知识与感知总是经过主体的经验折射。许多当代理论中使用的概念，例如质感与感受经验，在本质上与早期哲学中的感官材料几乎是同义的。然而，这些新的科学方法并没有彻底消除怀疑，反而让某些早期的怀疑论观点重新浮现。例如，神经学家理查德·格雷戈里在1993年提出，任何所谓的直接知觉理论，比如吉布森提出的那种，都无法成立，因为我们的视觉与感官系统在生理层面上包含太多中间环节。光线经过反射、折射，转化为神经信号，再被大脑加工解释。在这漫长的路径中，知觉与外部世界之间早已隔着一层层间接性。正因如此，格雷戈里写道，我们必须放弃那些直接感知世界的幻想，转而承认我们所拥有的只是与现实间接相关且永远无法完全确定的假设。同样的，另一位神经学家维拉亚努尔拉马钱德兰的研究也揭示了类似的现象。他发现，即使在正常人身上，只要刺激大脑的某些特定区域，就能引发与幻知体验极为相似的感觉，也就是截肢者会感到似乎仍然存在的手脚在疼痛、发痒或被触碰。这一发现带来了深刻的哲学含义。拉马钱德兰由此得出一个结论：我们的知觉或许并非外部世界的真实映射，而是大脑自身制造的幻象。这实际上是笛卡尔恶魔假设的现代版本。我们永远无法确知那些感受到的痛楚、颜色与形状是否真有一个客观的外部世界与之对应。基于这些实验性的发现，许多哲学家采纳了某种形式的激进怀疑论。例如，哲学家本森马茨明确指出，我声称知道在我自身的知觉之外还存在某种事物，其唯一依据只能是这些知觉本身的性质。但即使外在世界并不存在，这些知觉也可能依然如故。因此，我的这种知识主张没有任何正当的根据。由此，马茨得出结论，正如古代怀疑论者塞克斯·杜恩·皮里克所主张的那样，人类最终无法对自身感官经验之外的任何事物做出有充分根据的断言。哲学家们对这种质疑给出了各种回应。举个例子，哲学家阿弗鲁姆斯特罗尔认为，那些像马茨一样的怀疑论者以及许多间接知觉理论的支持者，其实犯了一个根本性的概念错误。他们混淆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方式：科学的解释和哲学的解释。斯特罗尔指出，我们在讨论感官经验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时，往往忘了区分这两者。以视觉为例，科学的解释，也就是他所说的因果链，描述的是一连串熟悉的物理过程：光线反射、折射，进入眼睛，刺激视网膜，再由神经信号传到大脑。这一切遵循着明确的光学与物理规律。基于这种科学解释，间接知觉的支持者提出了一个看似合理的观点：在这条因果链中的每一个环节，信息都会被改变。光从外界物体反射进入眼睛，抵达视网膜后，光能被视感细胞和视锥细胞转化为电化学信号，这些信号沿着神经通路传向大脑。而在每一个突触处，信息又被重新组织、重新编码。换句话说，从光线离开物体的那一刻起，到我们看到它为止，这一连串的转化过程从未保留原样。正因为这条因果链的每一个环节都会改变输入的信息，他们进一步推论，当大脑最终生成外部物体的视觉图像时，这个结果，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其实已经与最初的输入大相径庭，甚至与那个真实存在的物体本身也存在偏差。于是，持怀疑态度的间接知觉论者得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当我们看到某个东西时，我们无法确定眼前的感知是否真的反映了那个真实的世界。但斯特罗尔认为，这样的推论并不成立。这整套论证其实只说明了一件显而易见的事儿：我们看到的图像与客观存在的物体并不相同。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就无法确定那个图像是否准确地反映了真实的物体。事实上，斯特罗尔进一步指出，如果我们假设所有的感知都是被扭曲或改造的，那这种假设本身就陷入了自我矛盾，因为要证明所有感知都是错误的，我们必须拿感知到的内容去和真实的对象做比较。可如果一切感知都不可信，我们连这种比较都无法进行，那我们又凭什么断言感知是不准确的呢？因此，
斯特罗尔指出，声称我们所有的感知都是不准确的，其实是一个无法被科学验证的主张，而这正是他对怀疑论立场最有力的反驳。从更广的视角看，认知科学的发展让这场讨论不再停留在抽象的哲学层面。关于人类感知的本质，实验数据与哲学思辨如今交汇在一起，让认识论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可以肯定的是，一场关于我们究竟如何看见世界的严肃辩论已经开始，而它的走向谁也无法预料。